李夫人，这是您尺码的最新限量款，我给您换上。换上吧。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啊，温小姐，没看到。李夫人，这双鞋很适合您的气质，很衬你。是呀，这种鞋子穿在我身上当然合适。温小姐在这贵半年的工资，应该都买不起这双鞋吧？鞋子和包都装起来吧。好嘞，我这就为您结账。别以为自己长了张好脸蛋，爬了回男人的床，就真能实现阶级跨越了。我全当我老公出去开了次荤。这单子的提成啊，是我为他付的嫖资。那还烦请以后李夫人一定要管好李先生。李先生多次对我线上线下骚扰，我都留有证据。正愁什么时候报警。像李夫人这么聪明的女人应该明白，这种事情发生，最应该处理的是男人，而不是我这个什么都没做的无辜受害者。感谢李夫人购买我们店这双最新限量款，我这个月的校级提成全依靠你。这些都包起来。李夫人慢走，欢迎下次光临。温夏，你可真够不要脸的，你不会真跟那个李先生睡了吧？爱跟男人睡觉的人是你吧？去年你那几个包的业绩怎么来的？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你少往我身上瞎扯！要不是李太太抓到了证据，怎么可能专门来跑到店里来闹？现在谁不知道是你温夏是小三儿？要知道，一个巴掌可拍不响。要不要我往你脸上拍个巴掌试试，看看会不会响？为他着想，所以捕风捉影的把小三的名头往他头上扣。你要是今天敢做敢当，说自己是个绿茶，我还敬你是个人物。既要又要，会不会太表？快点下班了吧，还不跟我走？咋回事啊？那个男人来我们店里买过一次西装，后面就一直纠缠，结果老婆找上门来了。不过嘛，那个鞋10多万，这个月提成什么？让他滚！有病吧，出去找骂。你今天当众被那么多人骂成这样，清晨，我要是连这点气都受不了，现在呢，应该还在村里放牛，说不定还有2个已经上学的儿子。没事儿啦，走吧。你先补个妆，姐姐带你家教去。吃点照吧。不好意思啊，姐，星辰，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表姐沈念和，是浙大的硕士，之前在富士集团做 CFO， 现在在家里相夫教子，做全职太太。哎，这是我的闺蜜温夏，沈小姐好，叫我念和就行。老婆，我老公付荆州。这个白色的给我看一下。哇，这也太好看，太符合你的气质了。帮我包起来，谢谢。很久没有见过星辰了，今天这里有很多朋友，可以相互认识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就先过去了。好，走吧。走啦。哎，你看，这里随便一个单身男性拉出来，给你吊打那什么李先生，家里8姐妹。走吧。感觉就是我一直在。来。怎么样？有没有看上？
我去，天菜啊！不行了，下一个。单身。姐姐。单身。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喜欢漂亮的，身材好的。好巧，我刚好符合。我叫叶星辰。怎么就不愿意跟叶家联姻？叶星辰长得又漂亮，家世又好，配你绰绰有余了。裴欢，好好听的名字。星辰，年生。叶小姐，这是？这里好无聊啊，带你去个地方吧。去哪儿？好玩的地方。叶小姐，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地方吗？都是成年人，你不敢？我醉了，确定你这么做不会后悔？我的人生里就没有后悔这2个字。只要我想要的，我就会出手。现在，我想要。看来叶小姐对这种事情挺耳目。错了，目前你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还有第2个。真母亲，幸福全了。走了。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了。失陪一家。蓝莓味的好吃，尝尝。是。唉，看来还是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任泽，腾飞集团。我叫温善，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名片。没关系，来这儿做好人好事啊。啊？今天是慈善晚宴，大部分人都是来捐款的。你捐多少？我是来蹭吃蹭喝的。啊？
可爱。魏小姐，加个微信。你误会了，我不是什么名媛千金。这跟加微信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你想认识我？想啊，一直都想。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温夏。谢谢你的蛋糕。不客气。摸摸公主，名字不错。不是做梦。怎么会是做梦呢？是不是昨晚太卖力，有点累了？什么虎狼之词？你怎么还没走？没搞错的话，这房间应该是我开的吧？难不成房费还要我给你 AA 呀？哎，就这么走了？怎么？你还想要我爹？不是你，我怎么了？你就不想跟我继续认识认识？你懂不懂江湖规矩啊？以后在路上要是遇到了，别假装不认识。哎呦，睡醒了还黏黏糊。妈，跟叶家千金相亲的事儿，我去。我去，昨天晚上喝大了，睡个男的。什么？你睡了谁？网页上认识的。疯了，叶星辰！别骂了，别骂了，我最安全措施。这可是我5年前分手到现在第1次开荤。你等等，我先送儿子上学，咱们约个下午茶。你给我老实交代。来。哦。姐夫，谢谢。谢谢。小心一点。24小模范老公出轨了。他出轨，被你看见了啊，还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呢，我差一点没忍住就跟上去了。哎，但是我偷拍了2张照片，你看，哎呀，看看，不行，这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真是不敢相信。哎，你知道傅金洲跟我表姐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在一起了，都是彼此的初恋，他俩那恋爱的时候真的是跟那连体婴一样。唉，在我们这种外人眼里，他简直是爱惨了我表姐，怎么可能会出轨呢？其实，在2个月前，我就看到他带着一个女的来我们店里买花，我对顾客印象都挺深的。啊，真的？夏夏，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哎呀，你别魔怔了，我昨天才见莹姐第1面。哎呦，见到她那一眼，我吓死了，都忘了跟你说了。
哎，你说我要不要告诉我表姐啊？告诉我什么？温小姐也在啊。我回去想了一下，星辰之前跟我提过你在 D 排上班，对不对？啊，是的呀。哎，我上班地方就离这不远。棕色的铂金包有吗？我太想要了，可是一直都没有货，是不是因为我配的不够多呀？有的呀。来，沈小姐，你加我个微信啊，到时候到货了，我第一时间联系，那包必是你的。好呀，夏夏。哎呀，太好了！来，加微信。哎呦，终于找到人了，这还有心思买包呢。你说什么？姐，你公司还有股份吗？当然有了，这公司是我和你姐夫一手创办的，要不是因为怀孕，我都不会退居2线，怎么会没有股份？沈念和，你打小就聪明，但是你太恋爱脑了。我想说，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别的男人也许靠不住，你姐夫多好一个男人，他什么人品你还不知道啊？别说我了，说说你吧。昨晚跟谁睡了？啊？你真跟那白西装男人？啊，白西装男。哎呀，成年男女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警告你啊，小心点。放心放心，我们星辰永远是耍别人的那个。怎么了？天河，我怎么说呀？我走了。哦，拜拜，拜拜，拜拜，注意安全啊，姐。好。说怎么办吧？不可能一直瞒着你表姐。那隐瞒也不是我的性格，但是我们得找到足够的证据，不然那个男人肯定会找很多理由为自己辩解。而且刚刚我姐的话你也听到了，他对傅金州是多么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呢是日积月累的，不是我们3言2语就可以打破的。是啊，傅金州肯定还会带那个女人去你店里，到时候要是去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放心吧，我一定给你盯紧的啊。又是催我相亲的，烦死！命苦啊！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看不到，看不到。叶小姐，找什么呢？我没找什么呀，我接写单人呢。那需要帮忙吗？我有手有脚的，需要你帮忙干什么？你还杵这干什么呀？我约了人的。约谁啊？相亲对象？滚正快！不用等了，正式自我介绍一下。裴怀，今年29岁，盛世律所合伙人，你的相亲对象。除了买个菜，要是买个包包回去，会不会不太好啊？问夏，门口有个顾客，你去接待一下。阿姨您好，请问您需要些什么？我想要给我儿子买2套衣服。好的呢，来，南中区这边请。
温夏可真会演，平时看到的有请客人就贴上去，今天倒是接待起这种客人。哼，他演他的，业绩自然会说话。这边请。你干什么呢？这可是限量包，整个杭城只有一只，我们不卖的。我就是想要看看。哼，你看看他动动，每个人过来都弄一下，这个包几百万，弄坏了谁赔？阿姨，您看啊，这个呢是个稀有皮的包，全球限量20只，我们整个杭城啊就这么一只，所以呢价格会有些昂贵。不是我们的 VIP 客户啊，有钱都买不到。哎，你看啊，它这个皮质哦特别好看，是不是？我再给它打开，给你们看里面的走线，特别精致，是不是？完全对得起它的价钱。那你不觉得我买不起，还给我看这么贵的包啊？嗨，我们女人嘛，不论什么年纪、什么社会地位，总会有自己的梦中情包的。看看又不要钱，不看白不看，是吧？那我还想要看看珠宝。好的呀。哎，高珠这边请。切，浪费时间。阿姨，您看这套新品啊，配特别漂亮。这套我要了。阿姨，这套要4000多万。我要了。阿姨，您是说这套4000多万的高珠您要了？对。那买了这套能升级成 VVIP 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包包我也要了。阿姨，您确定吗？确定的呀。小陈，回去倒点茶水。阿姨，来这边休息室请。哎呀，姐姐，我来为您结账。今天这个专区呀，是我负责。我就要他给我结账。这边请。阿姨啊，您打算怎么付款？刷卡。刷卡。好。哎呀，出门有点着急，没有带银行卡。温夏，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大妈，我们这儿可是奢侈品店，大家都很忙的，没人有空陪你在这玩没有带钱包的戏码。你别在这儿折腾我们了，好不好？陈婷娇，你干什么呀？你要投诉我吗你？小妹妹，你相信我的吧？我自然是相信你的。对呀，我给我儿子发个消息，他公司刚好就在附近的啦，我让他来付钱。行。温夏，我劝你还是别相信他了，有这空不如出去招待别的客人。你要是闲得慌，你就先滚出去。你，小文，别蹲着，过来陪我坐会儿。好。今年多大啦？29。比我儿子大几岁。有男朋友啊？没有，工作很忙。这个年纪是该找男朋友了呀。妈，我儿子来了，快过来，快来。陈先生。哎，你俩认识的呀？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哎呀，妈妈买了一套珠宝和包包，出门着急忘记带卡来，你去付一下。陈先生，这边请。高珠呢，我们是可以由安保亲自护送上门的。阿姨，您看你有没有这个需要？安保太夸张了啦！你现在有时间的吗？对于您这样的大客户，肯定是有的啦。那这样，高珠你拿着，护送到我家里头去。我去开车。行，那您稍等我一下。妈妈，为什么爸爸这么点要工作？因为有很多员工需要你爸爸你工作呀。但是我想要爸爸陪我。那这样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去公司给爸爸送饭。太好了。那我问问啊。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喂，老婆。喂，老公，在忙吗？儿子也想去公司给你送饭。啊，我要临时去上海，说趟短差，可能得马上出发了。工厂出问题了？行，那你路上小心啊。好，爱你，老婆。哎，宝宝，爸爸临时有事儿，我们下次再聚好不好？那好吧。真棒。不用送我啦，我就是找个理由，好让你带薪休假。这么贵重，要不我还是亲自护送你回去吧。我保姆车就在那呢，你就和我儿子去玩玩吧。你慢点啊！阿姨人真的太好了。陈先生，真是太巧了，没想到你是阿姨的儿子。今天他在店里消费了一整套高珠的铂金包，我这个业绩提升了不少。那你应该怎么做呀？不打算请我吃顿饭？行，我请。想吃什么？我还得回去工作。你就别拒绝了，行可是吗？这家酒店餐厅很贵。走，咱们去捉奸。喂，被你抓到了，查到房号没有？你现在先稳住他，千万别告诉沈念和具体的事情，先让沈念和来这个酒店，我现在马上就过去了。等等，干嘛？我现在没工夫陪你唠了。你这理由挺新颖啊，不知道怎么拒绝我，就找个捉奸的理由。怎么，看不上我？无聊。律师，跟我走。哎，什么情况？刚才那个男的是我朋友老公。跟你关系很好吗？我闺蜜的表姐，她人很好的。你说男的都这样，即便相识于微末，认真相爱走到结婚，家庭美满幸福，却还是狗干不吃屎。不能一概而论，至少我不是。问下，人在哪儿？不知道，电梯上了19楼，具体哪个房间号不知道，可能得问下前台了。这些都是客人的隐私，前台是不会告诉我们的。那怎么办？哎，沈念和回微信了没？发了，他说半个小时后到，我没有告诉他具体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其他酒店，可能真的没办法，但是这家酒店刚好是腾飞集团的产业，总卡。哎呀，你早说呀！让你帮到了。清晨，出什么事儿了？火急火燎把我叫过来。姐，我们去捉正奸。追着呢。捉奸？你单身？温小姐的男朋友？房卡已经拿到了，还不快走？哎，拿上点。进去多长时间了？至少要半个小时。如果没在办事文进的，渣男说不定还能反咬一口。不说，姐，
其实里面的人不是文夏男朋友，是傅荆州。不可能，他出差了，他。哎呀，沈小姐，我刚才亲眼看到，他带着一个女孩进去。对不起的。对不起的。你们怎么来了？老婆，你是我打电话让姐过来的，你把那女人藏哪儿了？什么女人？房间就这么大，她还能跑了不成？走。所以你们一堆人带着我老婆捉奸来了。这件外套撒上了咖啡，不着急出差，所以在公司附近开了酒店清洗一下。你也这么想？荆州，是星辰叫我来的，姐夫，你别跟我解释，我着急赶飞机，你们自己想想吧。荆州，我作证，我刚才确实看见他跟一个女的进了这个酒店。那也许是他的助理，今天只是个乌龙。怎么可能会是乌龙？这要不是真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兴师动众的把你喊过来啊？我之前学过心理学，刚刚他说话的眼神不太对劲。其实，在2周前，他就带过一个女孩来我店里买包，那包特别贵。也许是合作伙伴，没有别的关系。那女孩特别自然的就让副总付了钱。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是我见过太多这种了。姐，要不需要。今天谢谢你们，我先走了。姐，怎么可能不见了？不可能，绝对还藏哪儿去了。谢谢老板娘，我最爱喝橙 C 了。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沈总，他是阮宇，是我们西北部的销冠，是副总特意调到总部。西北人，多大了？沈总，我马上要过25的生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耳钉应该是低排新款。
得要个几十吧，可能就剩一只了。沈总，我这买的都是 A 货，丢了也不心疼。叶恒，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好好爱你的。嗯。老婆，儿子很健康，以后我们一家3口会越来越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更爱你一点。沈总这就回去了？副总出差了，沈总留在公司也没什么事儿干吧？大家继续工作吧，下次见。我送你上去。啊，不用了，我家就在前面的楼上。对了，今天谢谢你跟阿姨，下次请你吃饭。下次是哪次啊？给个具体时间。我平常上班挺忙的，可能只有周六，就周六。周六见。行。文夏，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姐，你怎么才来啊？你打电话也不接。妈，你们来杭州怎么不说一声啊？我是你妈，我来你家天经地义。难道还提前给你打报告，让你这个大领导批准了我才能来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家就是个单身公寓，你跟我弟2个人来，没地方住啊。你给我提前说一声，我可以给你们订个酒店。住什么酒店呢？你小时候咱家就嫩点大，一家5口都能挤下。啥？吃了几天城里饭，真把自己当成千金大小姐了是不是？哦，对了，正好你弟弟放假，我们就在你这住吧。哎，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拿钥匙开门啊！行。哎，这怎么不能睡？你弟弟睡你床，我在床旁边打个地铺，你睡沙发就可以了呀。姐，你什么时候放假呀？我想去西湖玩。
听说那边商场潮人很多，你带我去拍几条抖音。谢谢。我们来杭城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爷爷那块地能去盖房子了。哎，这种农村的宅基地特别值钱，我们准备盖套房子。家里有套房子，以后你弟弟结婚讨老婆就能找个条件更好的姑娘。想盖就盖啊！我是想盖呀，可是我手里没钱呢。家里那点存款只够买几袋水泥的。哎，你在大城市当领导，一个月工资老高了，家里盖房子还得依赖你，还得依赖我。那房子是给我，是给你弟弟的。哎，不是我说你一个女人要房子有什么用啊？你早晚都得嫁出去。再说了，这一年到头你也就过年回来几天，拿房子干什么呢？是啊，我拿房子干什么？所以我就不需要给你这个钱啊。不是，那狗屁倒灶的呀他！你是姐姐，给弟弟出钱怎么了？文东林，你也是这么想？我给你出钱，理所当然伸手就要啊！农村现在建这么一套地道天，少说也得几十万。我在杭城不偷不抢，哪来这么多钱啊？姐，你在杭城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没钱啊？就是啊，我还有事儿，你们早点休息吧。哎，这孩子，星辰回来了，来，喝口燕窝暖暖胃，外面太冷了。嘿妈，就你一个人在家，爸呢？屋里跟你哥打电话呢，估计又出什么事儿。妈就别吃醋了，那也是他儿子嘛。不过他跟他前妻早就离婚800年了，没事。我是气他偏心，什么好东西都往自己儿子身上拐。那你往我身上拐不就好吗？更何况，爸他对我也挺好的。你是真傻家傻呀！给你几个臭钱就对你好了，那公司股份怎么一分都不给你啊？哎呀，算了，不说了。你今天去见面了？陪家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我看了照片了，他可是一表人才。长得倒还算可以，人品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人家是大律师，家世好，长得又帅，我觉得跟你很般配啊。般配啥呀？我就是一混吃等死的富二代。有你这么说自己的吗？好喝吗？爸，今晚去哪儿？派出所。派出所？你哥在商开跟人打起来了，被关进了派出所，我去把他捞出来。商开？他嫖还动手啊？哎呀，30好几岁的人了，还能干出这种事情，就应该让他关个7天，好好教育教育。少关这7天。给我住嘴！老爷，你打我！就说了2句也姓何，你打我！你这张嘴早该反省反省了。我说错什么了？他都那么大岁的人了，又是嫖又是赌的，他就应该为他做这种事情付出代价。你就说你打死我呀！我打呀！打死我！哎呀，好了，都是妇女，又不是什么有深仇大恨的仇人。女儿那么大了，你怎么能打呢？你不是要去派出所捞儿子吗？赶紧去啊！哼！你拦他干什么？你就该让他打死我！你拱你爸的火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啊？那叶星河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是他心肝宝贝儿。难道我就不是他女儿吗？疼不疼？啊？疼。星辰，我能来找你吗？
妈，我出去一趟啊。你早点睡啊，妈。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来，别过来，妈，早点睡。干杯！查出那个女人是谁了吗？一个西北来的小姑娘，是当地分公司的销冠。傅荆州2个月前特意把人招到总部。她出轨至少2个月了。唉，我是看着你们一路走过来的，他这样的好男人都能出轨，我对爱情彻底绝望了。男人都这样，习惯就好。绝望？什么事儿让你绝望了？他这样的好男人都能出轨，我对爱情彻底绝望了。哎，我跟你说，男人都这样，习惯就好。绝望？什么事儿让你绝望了？你怎么在这儿？你跟踪我？我的大小姐，我怎么跟踪你？这间酒吧是我的，我还说你故意来这里找我呢。你不是律师吗？这酒吧是你的？那我还不能有点其他副业了？我除了律师，还是这个酒吧的主理人。啊！你别说这3个字儿，我对主理人过敏。行行，那你们啊，我跟裴律本来就认识，刚正好在这碰见你们了。哎，你包还落我车上呢，是今天还给你，还是周六吃饭的时候还你？哦，对对对，我忘了。你俩说什么悄悄话呢？哦，没什么。哎，这不巧了吗？刚好在这儿遇到了，来吧，干杯！来，干杯，干杯，庆祝今晚在这相遇。大家随便喝啊，今天这酒都算我的。哟，大气呀！那还不快让你家酒保把你家最贵的酒上来？行，这间酒吧都给你，你来当这个酒吧的主理人。哎呦，真假？谁说的？来敬一个酒吧主理人。开心。哎，这刚喝有什么意思啊？我们玩个游戏呗。嗯，游戏玩什么？当然是真心话大冒险啦。你玩吗？有什么不敢玩的？他玩我就玩，一起。行，我试试。点呗。留下来啊。那就是谁点到炸弹谁输啊。这就炸了。这个就是炸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吧。那这样吧，姐，你给傅荆州打个电话，就说你今天去公司了，还见到了那个小三儿，叫什么名来着？阮宇。哦，对，打。喂，老婆。喂，老婆。什么时候回家？刚到家。你怎么没在家？我今天去了趟公司，发现你们销售部来了个很漂亮的小姑娘，还是西北分公司的销冠，叫阮宇，对吧？是有这么个人，业务能力挺强的。老婆，你怎么突然想着去公司了？你现在在哪呢？蝴蝶酒吧。哎，他刚才说话明显犹豫了，一看就是骗人的，还在撑着要面子。下一轮吧，下一轮。该谁了？到你了，到我。你来。到我了吗？好，我来。哦，你输了。
选什么？真心话。那为什么要留在杭城？为什么留在杭城？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夜盲症，因为杭城够亮，路灯亮，橱窗亮，大厦的玻璃幕墙更亮。我待在这儿会安心很多。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夜盲症？你今天不就知道了吗？来，继续。你还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我来啦。哟，炸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没意思，真心话吧。那我问了，我跟裴律认识这么多年，没见过他跟哪个女孩走这么近。你们俩什么关系？我跟他呀，他是我相亲对象，我们今天白天才刚相亲完呢。是，我们睡了。你啊？你有毒吧你？不是说了要说真心话吗？真心话也是问的我呀，问你了。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我也我喝。这卖假酒吧？继续。姐，到你了，我来。还是大冒险？那我来。大冒险。哎，那个调酒小哥哥长得不错，姐，你过去亲他一下。星辰，这有点过了。那玩不起就喝酒呗。但是姐，你想想傅荆州，喝什么酒，玩就玩。真去啊！不愧是我姐。过来一下。哇塞，姐夫！哎，后面。大家都在呢。姐姐，这杯请你喝。谢谢。老婆，怎么今天出来喝酒？我出来喝酒还要跟你报备啊？史蒂文，再给客人拿个椅子。来都来了，那坐下来一起玩吧。那现在在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那来吧。该你点了。我选大冒险。我来问，你现在把你手机拿出来，给你喜欢的人发一条微信。发什么内容啊？你就既然是喜欢的人，那当然是表白的话啦。啊，对。发完了。哎，谁手机响了？我喜欢你。看我干什么？物业发的消息。哦。继续玩，下一个该你了，星辰。
我选大冒险。我来问吧，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手机收到的最新的消息。我刚才看见你屏幕亮了好几下。这游戏有点无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老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明天一早还要送儿子。玩了再走。好。那我们继续。喝得头晕，我出去吹吹风。我过去看看。玩大了吧？咱们继续吧。不玩了，我出去透口气。我送送他。哦，不用跟着我。走了，星辰。星辰，不好意思啊，我以为输了我也要说真心话。没事啊，我敢做敢当。星辰，我想。你不想？你把我叶星辰当什么人了？不是，你也太双标了吧？那天在宴会上呢，是你先主动的。拜托你搞清楚，那天是你情我愿的，现在我不愿意了。哦，怎么？你还想让我跳过去啊？我送送你啊。手机。生气了？陈泽，你觉得这样好玩吗？我没在玩啊。你喜欢我？喜欢什么呀？如果这个问题太难了，那我换个话来问你，你觉得你有什么吸引我的？是你的这张脸，这身行头，还是你兜里的钱？我今年29了，在奢侈品店上班，每天见的有钱人比流水还多。我知道一个包多少钱，一套珠宝多少钱，也知道你们这样的人一顿饭能够吃掉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所以呢？所以，别跟我谈钱，别跟我谈这些虚的。你要真喜欢我，就证明给我看，给我花钱，给我买包，带我去我这辈子都进不去的餐厅，让我看看像你们这种人的喜欢到底值多少钱。这就是你要的？无非就这样啊，要钱要体面，跟之前你认识那些想攀高枝的女生也没什么两样。文夏，你把自己说的这么不堪，是想吓跑我，还是想证明点什么？
我有钱，包也给你买，餐厅也可以带你去。但如果你觉得这样就能买到你，那你也太作践你自己了。你明明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哈，那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招呼客人的时候背挺得很直，接我母亲那单的时候，全身因为紧张抖个不停。你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一点贪念，只有难过。你可以继续装，继续试探，继续把我往外推，我有耐心。周六的饭，我等你。外面冷，早点回去。A trail of broken hearts. We find the truth. Eyes on me. No matter what you do, we're getting close until we bring it all to life. Under soft cries, whispers of paradise. 你戒烟很久了。你删掉的聊天记录是谁？一些公司机密，我不想给外人看到。半夜2点，工作上会有什么机密要发到你手机上？傅金洲，我太了解你了。我们从高中早恋到现在，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你说的话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我也听不出来。那女人是谁？阮宇是吗？老婆，你最近怎么了？怎么疑神疑鬼的？阮宇只是我公司的一个员工。什么员工值得你把人从分公司调到总部？不说是吧？我从你西装口袋里找到的，另一只戴在阮宇的耳朵上。先生，手机。哎，等一下。他有时候也是我的助理，可能是不小心落在口袋里的。我觉得多久了？是半年前你频繁到西北出差的时候，还是你把人接到总部之后？就非要我抓到你俩在一张床上，你才肯承认是吗？我认识的傅金洲什么时候是这么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人了？打不打离婚官司啊？咱们都喝酒。不行，老婆，你误会了，我可以给你解释。大家今天都喝酒了，先互相冷静一下。傅先生，你现在在附近找个酒店休息吧，等明天起来再说。问夏，这儿。怎么都出来了？姐，今天我和温夏入住你家吧。傅金洲，等你给我个交代。
男人真没一个好东西，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叶禾，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要离婚。离婚？怎么离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之间的财产要怎么分？公司还有你的份吗？还有，迟迟的抚养权归谁？孩子的抚养权，公司的股份，我都要。万师姐，你已经离开公司这么多年了，当了那么久的家庭主妇，你还能接受公司吗？说来也奇怪啊，这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哎，真的，我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里面，只要进入了婚姻的女人啊，没有一个是幸福的，全是枷锁。海儿姐，你今天晚上真是太冲动了，你不应该摊牌的，你应该先收集自己一些有力的证据，即便是到时候打离婚官司了，你也占理啊。但是你现在打明牌，我是怕他会想办法把你吃干抹净。哎呦，叶禾，所以你打算怎么办？为了孩子，更为了我自己，我会好好撑下去的。好了，姐，今天晚上就什么都不要想了，好好睡一觉啊。没事儿了，没事儿了。谢谢你们陪着我。哎呀，都是姐妹嘛，不哭了啊。这合适我吗？很合适啊，跟我姐的身材压也差不多。很合适，这新的送给你。这 C 家刚出的冬款吧，可贵了。不行，我还是得赶紧还给你们。不用，夏夏，我刚好去你们公司附近办点事儿，咱俩一起来一会儿。行，燕和姐你呢？我送儿子上学，顺便去趟公司。抓小三儿。呀，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夏，你自己去吧。姐，我跟你一起。这种时候就要有人给你撑场子。哎呦，你瞧我这班上的，哎呀，给我直播看。夏夏阿姨直播什么呀？没什么，没什么。来，上学了，回去喽，好好学习啊。姐，昨晚你在公司睡的，怎么回事啊？什么事？这个是我们部门上个月的销售报表。副总，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你老婆摊牌啊？你的另一只耳钉呢？前2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东西太小了不好找。你不会生气了吧？副总，我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你说过要对我负责。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吧？怎么不简单呀？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给她一笔钱，她就能离婚了。
我就是吧，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永远都见不得光。我有什么错吗？我不过就是哟，姐夫，大白天在公司里就精虫上脑的。啊，你们误会了，副总昨晚是在公司的沙发上睡的，肩膀疼得很，我正好学过按摩，帮他按了一下。星辰说话别这么难听。嫌我说话难听啊？那就把事做得漂亮点啊！阮宇，这没你什么事，回去把门关上。站住！就开着门，没什么不能听。阮小姐，你的耳钉落在我丈夫的口袋里，下次别这么不小心了。都是巧合，误会。什么误会啊？把耳钉落在你的口袋里面是误会，删掉了聊天记录是误会，刚刚你们这么暧昧也是误会，在你这儿怎么都是误会啊？傅夫人，我跟副总，我们两个没那种关系，我们之间是清白的。清白？那你离职，公司赔你2N。我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凭什么让我离职？所以给你赔偿金。公司需要我。是公司需要你，还是傅荆州需要你？老公，既然都是误会，那我开除阮宇，你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阮宇，你去人事部办一下离职吧。副总，你要开除我？是的呢，你没听错呢。副总，我没做错任何事，凭什么要开除我？我工作上是没有错，但让我老婆误会就是错了。你是我高薪挖过来的，现在离职你，公司会给你补偿2+1。人事部主管进来一下。副总，怎么了？带阮宇办一下离职。蓝宇，跟我去人事部吧。老婆，现在人也开除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我要回公司上班。你要回公司？可你已经离开公司这么久了，市场环境和公司现状你都不了解，而且儿子也需要人照顾。你去照顾儿子呀。这公司本来就是我一手创办的，基因也是我父母打下的。我当初生孩子回归家庭，不代表我沈念和就是白痴。而且我这些年也没有停止学习，公司目前的高层都是我在时的老员工，重新学习并不难。更何况我父母手里的股份跟我手上的股份加起来，我应该是有决定权的。老公，我这是在通知你。没想到我姐这么高。可是儿子需要人照顾，需要人陪啊。儿子也需要爸爸呀，孩子又不仅仅是女人的责任。凭什么一怀孕生子就要回归家庭，让我姐成了弱势方？姐夫，这合理吗？但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大多数难道就是对的吗？况且傅池他也长大了呀，又不是婴儿时期，天天需要有人陪着。你们上班，他上学，这时间根本就不冲突。为什么老让我姐困在锅碗瓢盆里面？
你要回公司的话，那要重新慢慢开始学。老婆，今天你的目的也达到了，别让下属看笑话。我们先回去吧。走。沈小姐，我送你一份礼物。不必了，还是看看吧。我怀孕了，是副总的孩子。我既然拿到了赔偿，那我就回家好好养胎。祝沈总生活幸福。你当我是泥捏的，挑衅到我面前来了。你放心，我做不出伤害孩子这种犯法的事，但你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啊，沈总，那就拭目以待。什么东西？姐，你没事，我去接孩子。姐，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都什么事儿啊！哼，捞出来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哥赌博，输了3000多万，公司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流。你海城那套房子就被你爸拿去抵押了。是我的房子被抵押了，还是叶星河的？你的呀，就是你成年的时候我们送你那套大平层，被你爸拿去抵押贷款，给你哥还赌债了。爸，你什么意思啊？是他自己惹的事情，要抵押也是抵押他的财产，我就那么一套房子还被你盯上，都是你的孩子，这么重男轻女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哥他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了，他也就剩一套房子和几辆车了，他就别去赌呀。扶不起的阿斗，你有本事拿你自己的钱去赌啊！你捞我的本捞得这么先里的，你丫神气什么？这些都是叶家的钱，反正以后都是继承给我的。这句话你等你老子死之后再说呀。现在你爹还活着，这套房子就是我的。亲王老子来了，你们谁都没有资格动我的房子。要么就是你把钱还我，要么爸再补我一套，否则谁都没想好过。你装你大爷的！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你叶星辰这些年做出什么事业来了？研究生毕业到现在了，你上过1天班吗？哪一个月不是把信用卡刷到爆？至少我不会去吃喝嫖赌，像你烂泥扶不上墙。叶星辰，咱俩半斤八两吧，你要是坏起来，那可比我坏多了。叶星河，说不过我就想跑啊！叶星河，别烦我！叶星河，你老是这样，说不过你就跑。今天你这话不给我说清楚了，我跟你没完！星河，怎么了？没你事儿，让开。
这件事情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你就别想走。出什么事了，星辰？他在外面赌博输了3000万，拿我的房子去抵押。哎，你是律师，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叶星辰，你疯了吧？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找个外人来插手啊？星河，帮你正式介绍了，现在我是星辰的男朋友。进展的这么快啊！伯父、伯母，好久不见。我来接星辰出去吃饭，正巧就碰上这个事儿。现在叶家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需要卖女儿的房子来贴补儿子用。啊，没有的事儿，只是临时需要些现金流，才把房子抵押出去，这几天就会收回来。赎回来？那是用你的钱赎，还是星河的钱啊？伯父，杭城的圈子就这么大，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恐怕叶家以后的生意也不太好做。您说呢？裴怀说的有道理，这件事传出去不好听的。啊，那肯定是用星河的钱啊，是吧？哪有让妹妹还钱的道理呢？是不是？行，3天之内我要看到结果。走吧。那个，刚才谢谢你。星辰，你平时在家里是不是也不太好过？叶星河是我爸和前妻的孩子，我和他从小就不对付。像我们这种家庭，没有简单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创业呢？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像我们这种吃喝等死的富二代，不去创业就已经是在赚钱了。你就没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看，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喜欢吃喝玩乐啊。我爸现在赚的钱，我可能一辈子都花不完。要是我真的去创业，说不定2年就败光了。星辰，如果你有喜欢做的事情，就放手大胆的去做，不要给自己留遗憾。而且，我相信你可以的，试试看。等下，你怎么才来啊？怎么了？有我客人吗？是你妈跟你弟弟一大早就来了，进来试了好多衣服。月夏，怎么才来？你这小店不错呀，妈没穿过高跟鞋，你看这鞋合适不？正好过年穿回去，真好看，真好看。哦，对了，还给你弟买了一个过年穿的新衣服。阿姨说的没错呀，温夏，你看你都辛辛苦苦工作1整年了，给家人买2件衣服又不贵。更何况你还有员工折扣呢。是，员工折扣又便宜，质量又好，装起来。姐，这衣服还挺帅的，我穿到学校肯定很有面子。你多大啊？什么条件？上学穿奢侈品啊？你知道妈脚上那双鞋多少钱？她在地里面刨2年地都买不起一个鞋跟的，有多少没花多少钱你还不懂吗？你们同事刚跟我说了，你前几天刚接了一个大单，赚了不少皮成，给我们买衣服，用你们的员工折扣足够了。我看你是舍不得，赚了几个钱就飘了，看不上你农村来的老母亲了。
妈，走，我们先走。我都帮你算好了，这双鞋子加上你弟身上穿的这一身，带上折扣才不到10万，用你上一笔的提成刚刚好。10万？这么贵？提成？你一个月赚这么多提成，不舍得给你弟造房子？买！这件衣服我们今天买定了。你的钱不花，也不知道便宜了谁。我不想跟你们闹了，麻烦你们先回家好吗？哎呀，温夏，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家里人千里迢迢过来，给他们买2身衣服怎么了？你这么大方，为什么你不买啊？这又不是我家人。那你在这说什么话呢？很闲是不是？既然你们不要面子，那我也不要了。我1年回不到老家几次，文东林盖房子凭什么要我给钱啊？我1个月赚10万提成又怎样？那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我凭什么给你们买奢侈品？我努力存钱，不是给你们挥霍的。我就是想在这个城市安个家，每一分钱我都不会乱花。马上带你们东西走人，否则不仅你们盖房子的钱我不会给，以后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也不断。妈，不要了，我们走吧。你翻了天了你！手，姐，我不知道那衣服那么贵。不知道？你装什么纯情大男孩呢？啊，衣服上没有标价吗？妈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你天天抱手机刷抖音，你会不知道啊？你都18岁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会让人看不起你的温东林。你今天要是还认我这个钱，就把咱妈带回去。过年我还是会回来的。要是还想在这儿继续撒泼耍赖，就别怪我六亲不认。我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对，我就是白眼狼。我今天这白眼狼我就当定了，怎么了？妈，我回老家吧，妈。你都听见了。我公司就在这附近，想着顺路来看看你。看我笑话呢？人这辈子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做很多选择，有的选择甚至能改变人生。但原生家庭这种东西，你没办法。但你今天做得很好啊。像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我去上班了。查一下温夏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温夏，你这也做的太没良心了吧？你弟弟跟你妈妈好不容易来一趟杭城，你这做女儿的当姐姐的赚点钱不给家人花，真不孝顺。你要是爱花钱，那你嫁给我弟好了，我不介意。你有这个空，还不如多研究研究业绩。你生气什么呀？早晚就你受的。哼。那我先走了。接你的。哦，我认出来了，好像是上次刷不出卡的那个富婆姐姐的儿子吧？那我先走了。你来干什么？你包还在我车上呢，顺便蹭你一顿饭。这边请，欢迎下次再来。快速走，快速走！仗着一张脸，到处勾搭有钱人，哼，真是贱！
下次微信联系就好了，不要来店门口等我。下次，你都想到下次了？我不是这意思。想吃什么？提前说好了。黑珍珠、米其林之类的呢，我肯定是请。什么意思啊，陈先生？你这追人的方式还真是简单直接啊。没什么意思，就是想送你。想送就送，也是。陈总，像你这种人想，还真挺值钱的。哎，那我说，我要更贵的包，更贵的房子，更贵的车，你能送我吗？你送得起吗？文夏，你背过假包吗？买不起真的还不让我背个假的，充充门面。你这件大衣是2年前的旧款吧？袖口有明显修补过的痕迹。那天在店里，我妈妈只穿了一件睡衣，你也会认真对待。一个会买假包装点门面的人，通常不会把一件旧大衣穿得这么珍惜，也不会在修补的时候费那么多心思。一个眼里只有物质的女人，更不会用那种平等耐心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看上去根本没什么钱的客人。你在我面前扮贪婪，装虚荣，演一个你想要我以为的那种女人，是因为你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对吗？你觉得我们注定没有结果，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把最势利最糟糕的一面摆在我面前，为了避免结束，你就想要逃避一切的开始。少用你那些自以为是大道理剖析我。人和人之间是没有真正感同身受的，况且你怎么知道我是演出来的？好，那我问你，就因为一朵花注定会凋谢，你就一辈子不养花？还吃不吃饭啊？下次我可不请你了。其实，人均几百的店我还是请得起的，要不换个地方？不用啊，我觉得挺好的。不都说杭城是美食荒漠吗？不管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我觉得都不如一顿江西小炒。没见过这么样的人。你妈妈跟你弟弟的事儿怎么解决啊？陈子啊，其实我见过你妈好几面，她一看就是那种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把你教养得很好的人。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悬殊太大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了解我，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个。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一见钟情。哎，高中那会儿啊，还特别喜欢看言情小说，那时候还挺信的。现在不，即便是一见钟情呢，最后走到婚姻的，都还得是门当户对。不一定啊。我爸跟我妈就不是这样的。我爸刚到杭城来的时候，就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我妈就不一样了，从小在西湖边长大，地地道道的杭城小公主。他们俩完全八竿子打不着，最后还是结婚了，而且感情特别好。我也问过我妈，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不行啊？为什么非得选我爸？
他说是，我想找个高的帅的，门当户对的，太多了。但是人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的生命里就会出现那么一个人，你看到他眼睛里的光的时候，你就是愿意赌上你的一切，跟着他一起走下去。哪怕是前面有座山，你都想跟他翻过去。你不管山后边是什么，你先翻过去再说呗。就好像他们都说，和自己喜欢的女孩约会，必须得吃牛排，喝红酒，去什么米其林1星2星。那我知道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吃牛排喝红酒，我就喜欢吃江西小炒。快吃吧，一会儿凉了，真的特别好吃。我知道啊，我一直都知道。你大4毕业那年拍的，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了。那个时候不知怎么的，你突然迷上了骑行，装备买了一大把，最后真没骑几下。有一次你硬拉着我从学校骑到了西湖边上，当时说什么都不愿意骑回来。没办法，只能叫个货拉拉，连人带车给拉回学校。这照片就是当日等货拉拉的时候拍的。荆州，我们是有过好的时刻，对吧？我那时候对你的爱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曾经以为我们会这么一直好下去的。我一直爱你，从未改变。我本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可现在我发现我太天真了，我看不懂你了。傅荆州，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你喜欢他什么？更年轻漂亮？还是男人到了这个阶段就喜欢追求点新鲜刺激？叶恒，我对你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你知道我的，而且你也清楚我对感情的态度。我爱的人一直都只有你，
即使我爱上别人，我也不可能瞒着你啊。我当然相信你是爱我的，可这不影响你喜欢上别人。因为男人的爱就是这样，泛泛的，太难以专一了。我曾经以为你会是那个万中挑一，没想到结果也不过如此。你的理由和借口是什么？现在阮宇已经怀孕了，我给你最后向我兜底的机会。如果你今晚不说，我以后就不会再听你说了。离婚官司我会跟你打，孩子、公司、财产都会跟你争。我都告诉你了，你要相信我。接下来我赴荆州，如果说一句假话，天打雷劈。我第一次见阮远的时候，是2年前，公司刚开拓西北市场，他是销售部的一个小员工。当时主管跟我提了一嘴，说他家境困难，父亲有精神疾病，母亲在他2岁的时候就跟别人走了，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当时就是觉得他的家世比较悲惨，就提了一嘴，让主管多带带他。第二次见到他是去年我去西北出差，小姑娘已经做得不错了，能说会道，变化挺大的。我当着全公司的面儿，也就是多夸了她2句。第3次就今年第1季度的时候，西北分公司业绩再创新高，我邀请全体员工一起开了个庆功宴。最后我喝多了。然后呢？酒后乱性了。我的酒品你是清楚的，我喝多了只想睡觉，但是第2天早上，他就从我的卫生间里出来，跟我说，我跟他发生了关系。绝对没有，但我也没有证据，甚至他的手机里还有跟我的合照。他要求我把他调到杭城的总公司里来，这件事就过去了。我把他调过来以后，他还威胁我，我害怕你知道了后会毁坏我们的婚姻，我就不敢告诉你。但他在我们2个人的感情里面，从来都不是什么，我也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我这做的这一切都是被逼迫的。所以那晚之后，你跟他还睡过吗？绝对没有。那天在酒店呢，他们亲眼看到你上去，没抓到现行不代表没发生。那天在酒店真就是咖啡洒在了我衣服上，我临时出差，我着急就在附近开了个房清洗一下。傅荆州，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呀？我满脸写着好骗2个字，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你都几岁了？你这整段话是想说你是最无辜的，你跟一个女人睡了，被拍了床照，你不想失去我和儿子，所以一直受他威胁。真相到底怎么样，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叶和，你就再相信我这一次，好吗？
我会请裴怀当我的离婚律师。我知道你俩有私交，希望你别介意。我手机里还有聊天记录，我所有的行程证据我都保留了。他是怎么威胁我的，我一个字都没有删。事到如今，我也不可能再骗你了。老婆，我那天不该喝醉酒，但我主观意识上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任何事。聊天记录没法伪造，转账也对得上，所以没有撒谎。真没有。可是你睡觉一向都很轻，这只是喝醉，又不是断片，我就不相信你俩发生关系你会一点印象都没有。你再仔细想想呢。副总，对不起了，不这么做的话，我会被困在这吃人的土地上。我是真想不起来了。我从喝醉到我第二天早上醒来，中间发生的什么事，我完全没有印象。为了儿子，为了这个家，我来查。查？怎么查？沈念和，我看你真是疯了，你电脑没救了你。从你跟傅金州谈那么多年，一毕业就结婚生子开始，我就知道你没救了。心疼男人就是不幸的开始。你真相信他那鬼话连篇啊？我看了他们所有的聊天记录，确实是阮宇一直在威胁他，他们不是出轨关系。你问问下，你信吗？他那鬼话？我看了短剧都没那么离谱。我愿意相信他最后一次，这聊天记录又不会作假，反正最坏的结果不就是离婚吗？我能接受离婚，但我不能接受我们的感情结束了不明不白。他可以不爱我，也可以爱别人，反正这样至少是画上了句号，所以我必须要查清楚。那我让律师去查一下，问一下裴芳。你的那个小子现在到哪一步了？就是相亲对象呗。有没有打算更进一步呢？看他表现喽。我看他表现喽。还有吓我一跳。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他出轨的证据。你们可以找一个私人侦探跟着阮宇，或者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什么办法？做亲子鉴定。既然副总说的都是实话，那证明这个孩子肯定不是他的。再或者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孩子。阮宇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要钱嘛。是有那么点道理啊。不过你这说的容易，那怎么能让阮宇同意呢？总不能用强的吧？他不去也得去。我今天会带他去医院的。他不去也得去。我今天会带他去医院的。我真是，我看到你我就来气我。算了算了，别激动了啊。阮宇今天会去医院做产检。以前我担心孩子是我的，不敢面对，也不敢说实话，我害怕失去你。不过现在既然有了新的可能性，就不如趁这个机会去做个亲子鉴定。副总说的对，不管怎样，得先有鉴定结果，我们才好规划下一步该怎么做。哎，我建议你们去城西那家私人医院，那是陈泽的产业，至少在亲子鉴定这块儿，可以杜绝造假的可能。你说呢，副总？他家还有私人医院。好，我听你们的，老婆。有什么话等结果出来再说吧。看他这态度，好像是有那么点儿想解决问题的样子。是，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他刚才说话的时候没有撒谎，应该都是实话。不过，咱就说如果咱做个最坏的打算，如果那孩子真的是副总，那就离婚。副总，你准备什么时候跟史小姐摊牌离婚啊？阮宇，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大夏天跑业务，浑身湿透也没有喊过一声苦。你说你从小在地里刨活的时候，你比那苦多了。所以我一直认可你对待工作的态度，你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以前挺看好你。副总，你想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同你说过要和我老婆离婚，我不会跟我的老婆离婚的。我有我的家庭。你有家庭，有老婆孩子，那我呢？我们的关系注定见不得光吗？我跟你的关系只是老板和员工。可是我怀了你的孩子，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肚子里的就是你的孩子。你觉得，就算我去流产，而沈念和知道了这个事儿，他还会继续跟你制造婚姻吗？我听公司的老员工说过了，沈念和的眼睛里最容不得沙子，他那么聪明，他肯定都已经知道了。当然，沈小姐，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故意来破坏你们婚姻的。我和副总那晚也是个意外，我本来想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是我没想到我怀孕了。你也是孩子的母亲，你应该能理解我这种感受吧？你就那么确定孩子是傅荆州的？你什么意思啊？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什么亲子鉴定？
我今天来是做产检的，不是什么亲子鉴定。再说了，孩子还没有出生，怎么做得了亲子鉴定？你还是多读点书吧。现在的技术，孩子没出生也能做亲子鉴定。无血缘关系。还是难。你们说，我的人生怎么就这么难？从小到大，有一餐没一餐的长大着，想读书我也没书可读。我抓住一切的机会，想当做我的跳板，却也跳不出那1亩3分地。是副总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知道他是个好人，我也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真的穷怕了。我真的不想在那个鬼地方待着，我想在大城市扎根。人果然还是太贪心了。如果跟一开始设想的那样，拿一笔钱我就走人，或许我还能留在杭城。可是，人到最后，想要的只会越来越多。我从一开始的想要钱，变成了想要人，最后想的是，如果能把你绑在我身边就好了。对不起，副总。对不起，沈小姐。说的再多也都是我的错。我是真的太想赢一次了。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前男友的，我刚来杭城就把他给甩了。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命吧。稀巴烂的人生已经刻在我骨子里了，怎么挣扎也没有用。副总他是个好人，也是一个爱你的好人，他从来没有碰过我。口袋里的耳钉还有抽屉里的避孕套，都是我故意放的，为的就是让你发现。对不起啊，副总，是我恩将仇报了。你们可以报警抓我。你们不说话，那我就当做你们放过我了。我先走了。这误会解开了，可是我这心为什么还堵疼？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作为切齿痛恨，但也同情他遭遇吧。老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我爱你。不是，所以你们就这么放过他了？在证据面前，人说几句好话，你们就万事大吉，捉拿轻放了？那他也没有造成什么真正的后果吗？那等你们俩离婚了才算后果呗。那星辰，你闭嘴！你俩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一个被那个女人甩得团团转，差点妻离子散；另一个圣母心泛滥，说原谅就原谅。
我看大家来杭城，干脆别去灵隐寺了，直接去你俩公司拜你俩得了，简直是当代活佛。好了，星辰，少说两句，这不事情都解决了吗？哎呀，来吧，大过年的，别提那些伤心事儿了。来，开心点，干杯！好吧，2秒钟结束这个事实，就怪你了啊，姐夫。没事了，都没事了。哎，这不马上过年放假了吗？今年过年都准备去哪儿啊？是啊，这几年过年一点年味儿都没有。去年我跟我外甥2个人在家里窝着打了一晚上游戏，是吧，外甥？滚！哎，要不今年除夕夜去我们家吧？到时候大家聚一下，热闹热闹。对，我同意。正好我也不想在家里看到我那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你偏心眼的爸。哎，那我也加入，带我一个。行。我可能来不了，我得回趟老家。你老家哪儿呀，夏夏？陕西，熟吗？手底恨。夏夏，你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从实招来，是不是在谈恋爱？没有，真的没有。我谈恋爱还能让你不知道？还没谈上呢，我再追夏夏，但还没接受呢。陈泽，你认真的吗？哎，我们夏夏可没怎么谈过恋爱。你要是看我们夏夏长得好看，想玩玩，我劝你现在就打住，别到时候连我们这群朋友都没得做。我先说好了啊，我是怕没夏夏，他让我不理你，我肯定不会理你的。哎，我也是啊，我判给星辰。恶心死！不是怎么的，我脸上写着渣男2个字，让你们这么绑着我呀？不是你写的渣男2个字，是我们觉得你没那么认真。那次酒会你俩才第1次见面吧？这没多久啊，怎么就喜欢上了？确实。不对劲。哎呀，好吧，其实我第1次见温夏是7年前。7年前，这太扯了吧7年前我不是刚来杭城吗？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多大？我还是个纯情男高。高中生，陈泽，真的假的？这事儿你可从来没跟我说过。高3有一回周末补课，我上公交以后发现我手机没电了。是温夏帮我刷的乘车码。不是，你这也太扯了，这糊弄谁呢？你不记得了？我应该记得吗？要我说，谁会记得一个多年前随手帮过一个小忙的高中生啊？对啊，所以你就因为这件小事记到现在，然后还一直寻找当年给你刷公交车卡的姐姐，越是找不到，越是成为你心中的白月光。不是你呀，小说看多了吧？我都看国儿短剧。也没有，其实就是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儿，也一直记得温夏长什么样。上次在酒会不是看见了吗？一下就全想起来了。要不说缘妙不可言。哎呀，缘妙不可言。话说回来，7年前你上高中，你到底比我小几岁？也没小几岁，我上学晚，顶多比你小3岁，姐姐。就继续编吧。弟弟喝酒。太腻了吧！我们喝酒。干杯！干杯！带我。合适。什么意思啊？姐姐，咱俩喝。
那怎么回啊？我让司机顺路送我们下回去。鲍勃，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有点儿，行啊。你们要不要吃点东西？我们就不吃了。行吧，那我们去了。到家发个消息。好，咱群里说吧。拜拜拜。拜拜。走吧。走吧。走吧。不邀请我上去坐坐。大半夜的，都喝醉了，上去坐坐。你这样会让我觉得你不怀好意。姐姐，我只是想单独跟你聊聊天儿。刚才人太多了，有些话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家很小，容不下你。文明问题。需要我报警吗？不用了，是我妈和我弟干的。喝点水，嘴唇都干了。谢谢。我小时候，我爸妈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我爸刚创业失败，家里值钱的东西一大半都被拿走了。我妈就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跟我爸说：“东西没就没了，人在就行。”后来我爸东山再起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买了一枚钻戒，比当时拿走那枚大了1倍。我不是在说苦难都会过去这种鸡汤，我是想说，有些时候失去一些东西，反而是个开始。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他们再来找你，让你帮他们，直接拒绝就好。他们要闹，你就报警。报警？那是我妈经过那段家务事。是你妈妈，但是没经过你允许就闯到你家里翻箱倒柜，这叫非法侵入住宅。别还手。等一下，
我想说，有的时候划清界限，不是不孝，是自保。你跟我这些年认识的富二代不太一样。你认识的富二代什么样？开超跑，泡夜店，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快。你说的应该是夜行城大哥。小时候，我爸经常带我去工地。有一次，他指着那些脚手架跟我说：“儿子，咱们家的钱，每一分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垒出来的。所以呢，我就觉得，钱代表不了身份，用钱去欺负人，或者用钱去讨好谁，都挺没意思的。”真子，我跟我这些年在杭城见到的人都不太一样，他们有的恨不得把“我想睡你”3个字写脸上，有的呢用钱砸人的那个表情，我说这辈子不学。他们看我的眼神，要么是审视，要么是欲望。我呢？你把我当成个正常人，平等的正常人。陈子，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不是对你没有感觉，我需要一些时间，你懂的。知道。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快12点。后天你有空吗？想请你吃饭。好，回去注意安全。早点休息。好像生活也没那么糟糕啊。
老公，我们好久没有聊聊了。今天，我想听你说说心里话。好。那我就从我们的18岁开始说起。18岁那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你家楼下等你，那天晚上下了雨，我就在那个1楼的雨棚里，透着窗户看到你家的灯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我想的最多的不是一定要让叔叔答应我，我是在想，沈年和，我这辈子要是娶不到你的话，我可能会死。24岁的时候，咱们俩公司资金断裂，我们就挤在一个20平的出租屋里吃泡面。你当时还生日，我把我爷爷留给我的一块表给卖了，给你买了条项链。我给你戴的时候，你还哭了。当时你说，傅荆州，我们一定要赢啊！但其实我没告诉你，那天晚上我也哭了。我看着你熟睡的侧脸，我在心里发誓，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再为钱掉一滴眼泪。后来就是升副职的时候，医院让我去签病危通知书，我握不住笔，不是因为手抖，是我在想以后你不在了，我该怎么活下去。这些事情我都记得，每一刻每一帧我都刻在骨头上。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胆怯了。我害怕你会发现，那个18岁时说没有你可能会死的少年，他也没那么强大。怕你会意识到，你一直爱着的这个男人，也只是个普通人，也会软弱，会胆怯，会不堪一击。我开始伪装自己，我伪装成一个坚不可摧的丈夫，一个运筹帷幄的总裁，一个可以一直被仰望的傅荆州。我把自己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我连自己最初是什么样的都忘了。蓝雨的事使我懦弱了，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被算计，也不想让你看到我束手无措的样子，我就用钱去填这个窟窿，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你心中的完美形象。不知道的，你根本想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假人，你要的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傅荆州。那你现在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了那个18岁在楼下等你的少年，那个暗暗发誓的24岁暗暗发誓的男人，和30岁在手术室前崩溃的丈夫。他一直都在，但他也迷了路。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希望你能原谅我，只是想让你给我个机会。我求你，求你再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
用最真实的爱，不需要扮演的人。傅荆州，我要你答应我3件事。100件都行。第一，从明天开始，公司的事情我们一起面对。我要重回董事会，不是傅太太，而是沈念和。好。第二，从今以后任何事情不许瞒着我，无论好的、坏的、丢人的，我都要第一个知道。没问题。第三，抱紧我。现在。对不起，老婆。Don't forget it, never forget. 너무 많아진 생각 이 밤을 떼어가르고서 내내 부서져 여기. 真的，什么米其林3星都不如这个金黄黄的烤面包好吃。好吃是吧？好吃就多吃点。刚刚在酒吧没吃饱吗？都光顾着喝了。哎，我妈刚给我发微信，说叶星河那个傻叉又往家里要了200万，要是真这么下去，我家迟早被他给败光。又是赌博啊？要不然呢？正经事他能做得出来吗？我跟你说，我爸就是偏心，我要是输个3万，他能打断我的腿。我说你爸是不是重男轻女啊？你不愧是律师啊。对啊，叶星河从小到大都是要什么有什么。我呢，我就是想开个 MCN 公司。我爸都说女孩子去搞什么网红啊，丢人。没事儿，咱不靠他，咱靠自己。那咱们今天啊，对，星辰，你怎么在外人面前编排我？哟，裴大律师也在，瞧见没？我没出息了，找了个律师当靠山。叶星河，有事说事儿。说事。行。那天你在我家装什么大尾巴了？还什么星辰是我女朋友？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叶星河，你嘴巴放干净点儿。放干净点，爸都说了，房子必须过户。你找这么玩意儿跟我争什么？叶星河，你再闹报警了！报不起，我看哪个警察管得了家务事？叶星河，我警告你，寻衅滋事、持械伤人，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如果你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劝你还是想清楚。我劝你最好赶紧把房子过户，不要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听到没？我们走。哎，我跟你说话呢。哎，让你走了吗？给我上，打坏了算我的。没你说话的。春华，我没事，你。快，叶星河，你疯了吧你！叶星河，这一下我记住了，
在场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故意伤害、持械伤人，我们一件一件算。赶紧走，兄弟们！裴怀，我等着。裴怀，裴怀，你怎么样？你疼不疼啊？你别哭，我好着呢。你手机呢？亮亮，这里夜市小吃摊有快来，有人受伤了。你看我，没点注意力。你坚持一下。裴怀，裴怀。叶时辰，你能不能让我实干戏？还在缝针，后背一刀口子，手臂骨裂。姓何呢？就他怎么说？拘留，持械伤人，拘留15天。你马上去派出所，你跟警察说，你和姓何是亲兄妹，在闹着玩，把给撤了，快去！闹着玩？他拿酒瓶砸我的时候，怎么没当时当着玩？看电视你说了什么刺激他的话？姓何什么脾气我不知道，你要是不惹他，他能动手。他打我是我的错，他伤人也是我的错。爸，在你眼里，是不是就连我呼吸也碍你的眼啊？你少给我扯这些！姓何是你哥，一家人闹到派出所，那丢的是叶家的脸。赶紧去！后背缝了12针，手臂石膏固定，需要住院观察2天。家属在吗？不是。你什么家属？你给我回家！我是他女朋友，法律上没有，情感上有，所以我就有资格留在这儿。反了你！给我回去！怎么弄东西啊？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没事吧？裴怀呢？怎么样？他因为我缝了12针。没事啊。姨父，这里是医院，有什么事等病人情况稳定了再说。事已至此，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怎么办？海城的房子，他们要卖就卖，叶家的钱我1分都不会要了。从今天起，我叶星辰自食其力。好，没事了，我们陪着你呢。没事了，没事了。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是不是熬夜了？怎么黑眼圈这么重？我没有熬夜啊。哦，但是我今天早起了，我跟着教程学炖了排骨汤，我给你尝尝。没想到还是个小厨娘呢。这样啊，我给你尝尝。慢点。香吧？香。很香啊。哎，不用，我来喂你吧。我这还有1只手呢。你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不照顾你的话，我心里过意不去。同意你。烫到了，我吹一下，吹一下。没事，好喝。来，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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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你这里没有纸巾啊？没事。喂，叶星辰，你是要把你跟叶星河往死里整是不是？什么叫我把叶星河往死里整？星河是你亲哥哥，我不知道裴怀做了什么，现在连银行也把他列入失信名单里了，你这是要逼死他呀！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是吧？找了个外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家人。我告诉你，叶星辰，要是星河出了什么事儿，我绝不会放过你。我是裴怀。关于叶星河先生的事儿，所有已启动的法律程序、商业征信的查询，以及所有风险警示，均是基于他过往的赌债记录、暴力行为，以及本次涉嫌故意伤害的事实，依法依规独立操作的。每一步都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支撑，与星辰的个人意愿无关。裴怀，这是我们的家事，你。另外，作为星辰的男朋友，我有必要向你阐明一下我的立场。星辰在这个家里到底值不值得被好好对待，不是看你心里那杆偏颇的秤该往哪儿摆。他是我认定的人，如果他在这个家里总被排在后面，总是得不到该有的尊重和公平，那么没关系，我可以给他一个家，一个可以把他放在第一位护着他的地方。至于叶星河先生，我劝你督促他积极配合后续的相关法律程序。我的底线是星辰不再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这个底线再被触碰，那么下次跟你谈话的将不是我个人，而是我的律师团队。再见。没事。你刚才说你是我男朋友，我们这是在一起啦？那天进医院的时候，你在外面不是跟你爸说你是我女朋友吗？我以为我们早就确认关系了。还是说，我们叶大小姐需要一个盖着我们律所公章、具有法律效力的恋爱确认关系及权利义务告知书啊？要，还有你亲笔签字加盖章。好，那在这之前，是不是应该让我这个新鲜出炉的男朋友先把汤喝了？我饿了。对，来，在哪儿学的呀？这么好喝？来啊啊！是不是有点矮啊？把小本本记起来。来，李总，你的咖啡。哟，
裴助理很上道嘛。我来呢是跟你汇报一下工作进度。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已经下来了，办公设备明天也会送到。叶总，你看还有什么吩咐？文华，嗯，你说我真的能做成吗？你连我都敢收编，还有什么是做不成的？那是，本小姐出马，一个顶俩。而且我也不想再靠家里了。叶星河出来之后，我爸肯定还会继续给他擦屁股。我得有我自己的东西，谁也抢不走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了，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个小助理。放心大胆去做，有我给你兜底。你律所不忙？我再忙，我也得分得清主次啊。你在我这儿，永远是第一位。油嘴滑舌。所以 Q 鱼的销售重点还是放在华东和华南，西北市场需要收缩，尤其是西北市场不能收缩。西北市场的体量虽然小，但增长率是华南的2倍。我的建议是，调李副总过去稳定军心，同时开启新一轮的激励政策。我同意沈总的意见，我也同意。既然大家没什么想说的，就回去吧。此刻有千万人正与我同频仰望，世纪再长，长不过晚霞盛放。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望，哎，对了，今天温夏回老家，好吧，儿子下午3点过去。你去接吧，我下午4点要开会。遵命。那我去了。等等，充电。那我走了。别太辛苦啊，别太劳累。走吧。云朵满一片，别急着熄灭斜阳。世界静默，才听清心跳回响。稍微记一下，我讲一下我是一个看法。首先，这个呢，想做什么？就是这种会议室。哎，这儿。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望，这儿可以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有种直播带货的形式。然后这边呢，想做一个大型的会议室，大家都在一起商量。最后，我们的星辰文化。挥动时间，勇敢去往金色的远方。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望，落日余晖正飞过身旁。姐妹们，这座城市我出发啦！何处坚持没有不一样。现在出发了，就算我跟着要回来干了翅膀，也要穿过10000次夕阳。一路平安。我刚开完会，赴荆州去接儿子了。我们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向前奔跑。也许方向不同，速度不同，但知道彼此都在努力，这种感觉真好。两口子，咱那就厉害呀！哟，老魏家闺女回来了，看她打扮，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听说在横城卖外国包包，那地方乱得很呢。29了还没对象，把老李急得满嘴起泡。
没对象啊？今儿个好像有好几个来家里相亲呢。是吗？哎，过年了，不，人都还没到。吃。我想想办法啊。没问题。我比较喜欢戴眼镜。你很漂亮。夏夏回来了，快进来，都等着你呢，知道你今天回来。这就是夏夏吧？哎呀，长得可真好看，比照片里边漂亮多了。这样，哎，夏夏，这个是你张婶儿，这个是你王姨，赵大娘，这2位小陈儿、小李，都在县里上班，铁饭碗儿。你们好。你好。夏夏，快坐。我等你好一会儿了。小陈儿在食品局上班，这个小李在电力局，都是好单位，人又个伙食。妈，我就不做了。今天赶了一天的值班费，想早点休息。休息啥呀？婚姻大事要紧啊！夏夏，不是王姨说你，你看你都29岁的人了，在城里挑花眼了。这女人啊，还是结婚要紧，是不是啊？对呀，就是嘛，说的多好啊！结婚好在哪里？王姨，你说结婚好，它到底是好在哪儿？是每天洗衣做饭伺候公婆好，还是生了孩子身材走样被嫌弃好？是手心向上要钱看脸色好，还是男人出轨了为了孩子忍气吞声的好？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啊？就是，哎，夏夏，话可不能这么说。哎，你看我女儿嫁到镇里之后就能开超市了，那家，哎，现在天天穿金戴银，多享福。是啊，多好呀！赵大娘，我怎么听娟娟姐说，她每天早上4点就得起来进货，晚上10点才能关店。婆婆嫌弃她生的是个闺女，丈夫呢每天见不到人影，跟牌友喝酒到半夜。哎，你这姑娘嘴咋这么厉害呢？女人哪有不结婚的？再不结婚，以后老了谁给你养老？谁给你送终啊？阿姨，我1个月赚的钱可能比你儿子1年赚的都多，我自己可以的。况且送终嘛，老都老了，就不在意这些了。那个夏，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妈，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结婚的事儿我自己考虑。找这么多人来，谁找的谁自己散了。这么想结婚，我看我爸死了也挺久的了，干脆你2婚我也给你张罗张罗算了。哎，女儿说话嘛。好了，各位叔叔阿姨婶婶们，今天我实在是太累了，没空陪你们聊天，先回去休息。李兰花，你看看你养的什么闺女啊？眼高于顶，在城里边打几年工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就这样的，倒贴给我儿子我都不要呢。正好，我也看不上你儿子。我最后再说一遍，我温夏有能力有工作，我要是以后结婚了，一定是我遇到喜欢的人了，而不是年纪大了该结了，也不是随便找个有钱男人嫁了。各位请回吧，我们家不招待。走。哎，别走啊！走啊！到家了，第1站完胜，干得漂亮！祝福我明天回家也能完胜。星河，你把声音关了，一会儿你妹妹带人回来呢，有点做哥哥的样子。老爷，可说好了啊，
星辰难得回家吃顿饭，收这点脾气。人家裴怀家世、人品、长相都是万里挑一的，别让人看了笑话。知道了，我还能坏了女儿的婚事不成？快进来，外边冷。好，阿姨。哎，你说你来就来吧，带那么多东西，一点心意。谢谢啊。哦，我来就行。走，走啦。有嘴好舌。伯母，你看东西放哪？来，放这儿。哟，还真把人给带回来了。我以为上次烧烤摊那出之后，你俩也该散伙了。不会说话就闭嘴，没人逼着你开口。上次伤人家的事还没道歉呢。道歉？要不是因为他，我能被关半个月。好啦，大过年的少说两句。你也是，他们兄妹俩呀，从小就喜欢吵架。没事，伯母。行了，菜都齐了，上桌吧。吃饭，吃饭。爱吃这个是不是？嗯，自己吃啊。哦，来来来，哎，多吃点啊。可以，挺好吃。味道还行。你们现在处挺好啊？挺好的。挺好的，伯母。我听说你们现在在筹备创业，做那个网红公司。对。啊，妈妈这里啊有些积蓄，你们要是缺启动资金的话呢，我可以给。不用了，妈，我自己有规划。哦，你的规划？你哪来的钱啊？就你那点零花钱，够折腾几天啊？啊？我自己攒了一些，前期投入不多，够了。如果不够的话，我自己会想办法。好硬气啊！也不知道是谁，上个月差点因为一套房跟自己亲爹撕破脸。叶星河，那房子本来就是我名下的，是你去赌博输了3000多万，爸才用的我的东西去给你填坑。你没完了？蔬菜。好了，大过年的，快吃吧。加来吃。裴怀呀，我们这儿呢都是一些家常菜，也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吃得惯，伯母。你父母身体还好吗？挺好的，我妈还说让我向伯父伯母带个好呢。关于公司的事儿，我跟星辰也已经商讨过了，目前资金是够的，而且星辰他很有想法，也能吃苦。如果后续公司有什么困难的话，我是说如果，我肯定尽全力去支持他。不过我想星辰应该想靠自己的双手走稳第一步，对吧？饱了，你们哟。这孩子，哎，哦，那个小陈啊，上次爸爸动手是我不对啊，那个房子的事儿我会处理，你哥欠的账让他自己处理。爸，其实你也不用勉强自己道歉。今天这顿饭，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是妈想让这个家看起来还是个家。我配合是因为我不想让妈难过，但是我没有办法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如果今天坐在这里，让你们在我和叶星河之间选择一个，你会选择谁？我心里有数。时间不早了，你们慢慢吃，我们之前走了。伯父公公，那多谢款待，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我先跟先生回去了。我送送你们。星辰，外面太冷了，把妈的衣服披上。嗯，快回去吧，我们先走了啊。哎，有空多回来坐坐。好，回去吧，冷。嬷嬷，那我们先走了。走啦。你也看见了，我家就是这样的，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全是暗角。其实，我觉得你妈是真心希望你好。是啊，但是她没有什么决策的话语权，在我爸心里，永远都是叶星河比较重要。不过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比来比去，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更重要。星辰，你本来就很好，你不需要靠任何事情去证明自己的价值。父母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有他们偏爱的孩子，这就是人性。你能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问心无愧，远比执着于一份可能永远无法平等的爱。哟，没想到你有时候还挺会安慰人的。我就只是会安慰人吗？哥，真是你呀！哎，哥，你干嘛躲开啊？这位漂亮姐姐是……啊，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叶星辰。你好，你好。大晚上的你怎么在这儿？我刚跟朋友在外面聚餐呢，刚结束就看到你了。呀，哥，你谈恋爱了，怎么都不告诉我？星辰姐你好，我叫裴林，她妹妹。要不要一起去喝点东西？我请客。啊，今天就不用了，我们今天有点累了，明天还有事儿，要回去早点休息了。你回去注意安全。哥，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星辰姐，你不介意我和哥哥说几句话吧？不介意啊，但是你哥他刚才说有点累了，想再回去休息了，对吧，裴怀？是的，确实有点累，你受凉面。那好吧，哥，那你下次记得带星辰姐回家吃饭哦，裴叔叔他们肯定会很高兴。我走啦，星辰姐，下次见，拜拜。慢点儿。看那姿态，这扭捏的，不是亲妹妹吧？是我爸后找的老婆带来的女儿，法律上算是继兄妹，但实际上我没什么往来。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比较热情。热情？我看是对你比较热情吧。怎么？吃醋了？我没出错啊，我就是正常的质疑。他刚看我那眼神就不单纯。他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想。还有你啊，叶星辰，我再说一遍，我喜欢你，我在跟你很认真的谈恋爱，没有别人，没有那些复杂的家庭关系需要你来应付。
只有你和我，我们是在建立一段属于我们自己的关系，清楚了吗？明不明白？应一声啊！行，看你这么乖的份上，奖励你去。奖励我？请下。我够不到。好。迟迟最近长高了不少。是啊，衣服都有点短了。快过年了，再给买2套新的。迟迟，迟迟，今天上课玩的开心吗？走，回家吧。妈妈说回家给你做可乐鸡翅吃。走吧。迟迟，怎么了？今天在补习班受委屈了？儿子，有什么事跟爸爸说。妈妈，我下午。阿姨，迟迟啊，你还记得我呀？一个人在这等你妈妈吗？阿姨也要当妈妈了。你看，这肚子里啊，就是一个小宝宝，是你爸爸的，以后就是你弟弟了。等你爸爸妈妈离婚以后，你爸爸就会跟我还有这个小宝宝生活在一起，到时候我就是你的新妈妈了，我会对你好，比你妈妈对你更好。不会的，爸爸妈妈不会离婚。傻孩子啊，这大人的事儿吧，你不懂。你爸爸喜欢我，也喜欢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到时候我们也会有新的家，新的孩子，说不定啊，你妈妈也会给你找一个新爸爸，你呀就变成一个没人要的小孩了。你骗人！这个是我们的秘密哦，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要是知道了，你爸爸一生气，说不定连你也不要了，记住了吗？他怎么敢？迟迟，爸爸妈妈永远不会离婚，爸爸也绝不会不要你。他是坏人，说的话一句话都不能信，明白吗？老婆，我们先送迟迟回家，我跟你一起去见栾玉。来看我笑话他。副总也来了，难得。你下午去找我儿子了？怎么？那小子告状了？我不就告诉他，他爸爸要有一个新孩子了吗？栾宇，你够了。够了！什么叫做够了？傅京哲，
是你们逼得我走投无路了，工作也没了，钱也没了，大伙现在找不到人。想让我回老家，被人抽脊梁骨，还是留在杭城等死啊！所以你是去威胁一个5岁的孩子啊？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凭什么你们一家就可以团团圆圆的，我就活该烂在这个破房子里啊！大过年的，我也不想为难你。公司给的补偿，拿着，离开杭城。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出现在我儿子面前，我会立刻报警，跟踪恐吓未成年人，证据我都留着。阮宇，路都是自己走的。如果当初你不撒谎的话，即便怀孕了，你依旧是富士的员工，以你的工资养活一个孩子不成问题。读书无益，以后为自己想想吧，也为孩子想想。这次他应该会走了。不知道，不过话我都说到这份上了，他也该明白了。对不起。不是你的错。走吧，明天年30，你给星辰打个电话，让他们来家里吃饭。好。这手腕别太僵，要顺着面团的劲儿。对啊，不行。你这平时很少进厨房啊？律所有食堂，也有阿姨。不过星辰说，这年夜饭得自己动手做。那确实。要想的更容易。啊，你说这小仓鼠能出去吗？呀，雪，出去了，出门吃饭，吃。喂，夏夏，你那边干嘛呢？这么大声，鞭炮声听得到吗？听到了，我这晒太阳呢，跟我这7大姑8大姨的唠嗑。夏夏，
你谁打电话呢？是男朋友吗？不是朋友。哎呦，还害羞了。你说你呀，马上就30了，你还不抓紧点儿？你看人小芳比你还小2岁，3胎都生了。就是，不是儿，那小芳19岁就结婚了，20岁投胎。哎，那男人不是一年到头都不回来的吗？一个人拉扯3孩子，还有2公婆，这孩子这福气给你，你自己要去。话也不能这么说，女人总要成家的嘛。你看你妈为了你的事上急的头发都白了。哎呀，姑，我妈那头发白纯粹是因为想给温东林盖房子，她丑，关我啥事儿啊？我好得很。小雅，战况如何呀？什么占群儒，暂时领。陈泽呢？没跟你一起过年？他说他去香港出差。这大过年的出什么差呀？这男人不行啊。随他吧。文夏，别聊了，过来帮忙。我不是说我今年不做饭了吗？不，你不做饭谁做饭？我都累了一天了，养你这么大，做饭能累死你啊！赶紧。行吧，我这边有事忙，先挂了。拜拜拜拜。好，拜拜。哎呦，城里来的大小姐连饭都不会做了，怪不得见。我不是不会做，是不想做。我一天到晚在杭城上班，这么累的，回来还要伺候你们，不该啊！真厉害，这么多酒吃。出差。别看了，把鱼吃了。我不会杀鱼啊。你不会学呀？28、29岁的人了，饭不会做，男人不会找，你想干嘛？相亲的让你去，你也不去；让你在城里找个对象，你也不找。你到底想干嘛？想当老姑娘，让别人在背后戳我脊梁骨啊？不是，你结婚这么多年，你过得很好吗？我不结婚就该被你这么骂呀？我骂你怎么了？我是你妈，养你这么大，说你2句不行啊？你看看村里哪家姑娘像你这样啊？你看看你弟，这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连个房子还都没着落呢。你个当姐姐的，一点忙都帮不上，白劲儿。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搞不明白了。因为你是姐姐，因为你是这个家里的人。我想告诉你，今天这顿饭你要是做不好，你给我滚出去！有种你把你传说中的男朋友带回来呀！带回来让我看看是什么人物能相中你这种货色！我不就是不敢杀鱼吗？有必要闹成这个样子啊？我就这样，你怎么着？有人吗？不知道老程家哪闺女3年都不生了。阿姨，请问这是温夏家吗？是啊，是。夏夏，夏夏，你怎么来了？这位是……阿姨，我是陈泽，温夏的男朋友，我来接温夏吃年夜饭。啊，嘿嘿。是谁呀？你好，这是谁呀？哎，小伙子，来，小伙子来，坐，哎呀，快坐。小伙子，你是哪里人啊？杭城本地。哎呀，那可是大城市。你多大了？26。那你做什么工作的呀？我自己经营企业。啊，什么公司呀？大不大呀？阿姨，这是我的名片。上来。
腾飞，我好像在电视里看过，是不是盖大楼的？对，做地产开发的。那你家里是干啥的？我父母也是做企业的。哦，哎呦，这么好，这么好的条件呀，怎么就看上我们夏夏了？我们夏夏也就是上场卖个包呀。是啊。温夏聪明、独立、有主见、有弧线，在我眼里，她比那些所谓买包的都要好。哎呦，小陈儿，你看我这忙里忙外的，怠慢了哈。没事。要不屋里坐？不麻烦了，阿姨，我来接温夏的。哦，接温夏呀，接是要接的，但是有些话，阿姨得先说说。你们现在处对象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夏夏年纪也不小了，肯定是要早点结婚的，毕竟这女人过了30就不值钱了。要说结婚，我们村是有规矩的，这姑娘出嫁，彩礼钱是少不了的。我们村现在是18.8万起。您接着说。既然你是杭城来的大老板，这彩礼至少得加个2吧，188万，吉利。188万啊！妈的天哪！妈！还有，夏夏弟弟年纪也不小了，家里房子还没盖呢，你是当姐夫的，这房子，你疯了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啊，你好意思吗？我说错了吗？你嫁得这么好，帮衬一下家里不应该吗？夏夏，夏夏，阿姨，彩礼钱我可以给，但钱只会打到温夏的个人账户上。房子我也可以盖，但房产证上只会写温夏一个人的名字。那怎么行？她是嫁出去的姑娘。阿姨，我要娶的是温夏这个人，不是要承包她全家的人生。我生的闺女我说了算。行了，妈，你非要把我姐逼死才甘心吗？我姐那么多年给家里打钱，给我交学费，她现在好不容易有人疼，你非要搅黄不可。我是废物吗？要靠吸我姐的血才能活？我还是带夏夏回去吃年夜饭吧。走吧，反正我在这儿也吃不下了。哎，你看，这。喂，陈泽，接到夏夏了吗？我们特意包了饺子迎接她，就等你们回来吃年夜饭了。你快点儿，不然我们陪律师包饺子要成片汤了。知道了，这就回。知道了，等着我。来吧来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唉，好饿呀，这谁包的饺子这么吵？啊，我包的可能卖相不太好。不行，你包的你这哭着也得吃完。好吃吗？怎么了？赔率如何？嗯，怎么了？怎么了？
哎，咋回事啊？哭了，这么感动啊？这么好吃吗？不行，我得陪你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不说话了？太好吃了，好吃到哭。哎，今天这年夜饭凑齐可真不容易。星彩，咱不是听说这陈泽临时到香港出差了吗？是啊，夏夏，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不还说陈泽在香港吗？怎么这一下子就上他老家了？这出差轨迹挺不智啊！我怎么知道他会来？你别问我。航班临时取消了。哦，临时取消了去香港的航班，然后就临时决定了去陕西。夏夏，你这情报工作不到位呀！又怎么了？人齐了就好，咱们一起干一个。来，来，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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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哎，这虾不错，快尝尝去。去尝。漏了。哎，老公，你也吃个饺子。副总，吃个饺子吧。副总吃个饺子吧。你就吃一个，你就吃一个吧，你就吃一个吧。吃一个吧。怎么样啊？好吃吗？吃吧。水族主部。倒数了，倒数了。7、6、5、4、3、2、1，新年快乐！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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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干杯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耶！新年快乐！来，干杯！来吧来吧，一起喝一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看我这儿，咱们记录一下。哎，来吧，记录这美好时刻。来吧，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1984是什么年啊？马年。祝大家马年快乐！马年快乐！马到成功，马上有钱，赚钱！叶总，破3000万播放了，评论区的广告询价截图你看了吗？我们要红了吗？星辰，佩华，你稍等一下，我这手头有点忙。哎呀，等不了了！佩华跟你说，你看到了没有？小米的数据爆了，发你链接。我就说我的眼光和策划没问题吧？这才1个月的时间，首战告捷。看到了，真厉害，恭喜你啊！声音怎么这么哑？你感冒了？你在律所吗？你不是说有个案子？哦，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案子，你先庆祝着，等我晚上回家。我来找你。哎，行。美女，跟调解的那个当事人女方又来电话了，问能不能追加精神赔偿费。他说那个男方当着调解员的面羞辱他。现在正常程序回复他，告诉他
他的诉求已记录，具体是否支持由法庭裁量。哦，对了，你跟他说一下，注意一下沟通方式，再有这种言语威胁或者是骚扰对方的行为，不利于争取法官的同情。好的，还有，你不想陪我再去医院看看？啊，小伤，没事儿，您出去吧，把门给我带上。哎，大律师，你的外卖到了。额头怎么了？就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儿。碰的？怎么会碰这么严重啊？当我傻呀你？是不是关于案子？当事人打的？上午我调解了一个离婚纠纷，双方情绪失控，发生了一点肢体冲突。我上去拉架的时候，不小心被误伤，没事，我都已经处理过了。什么案子呀？打成这样？就是一个离婚纠纷，两个人结婚18年，白手起家。最艰难的时候，两个人一起摆过夜市，住过10几平米的出租屋。女方陪男方跑业务，喝酒喝到胃出血。怀孕7、8个月的时候，还帮着男方公司整理公司的账目，计算着每一分钱怎么省，怎么花。后来呢，生意做大了，公司也有了，房子车子也买了，孩子呢也上了附近重点的学校。现在发现男方跟自己的秘书好了3年，给小三买了车买了房，女方外面也有了人，是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健身教练。怎么这样呀？明明都在一起经历这么多了。今天上午在调解室的时候，是因为一套学区房的归属，还有一些公司的隐形股权，双方呢就互相揭短，男的骂女的水性杨花，女的说男的是靠娘家起步的白眼狼，把2个人一起啃馒头喝凉水的日子都拿出来当成刺向对方的刀。这画赶画就开始扔东西，扔杯子扔瓶子，我挡了一下，就这样。我怎么了？是不傻？然后呢？就这么算了？肯定没有啊！女方坚持要报警，告男方故意伤害罪。哎，你说这感情，怎么到头来都一个样？没见到例外。你还见过谁？你安排也是这样？他们2个当初挺相爱的，是自由恋爱，但是家里不同意，闹得还挺不愉快。后面还是偷的户口本去领了证。起初挺好的，像所有冲破阻力的情侣一样，觉得有情有质保。后来时代好，机遇好，2个人又肯拼，生意呢就越做越大，钱有了，应酬也就多了，回家的频率就少。猜忌、争吵、冷战，一步步把当初那些情分磨得一点都不少，最后就只能离婚了。不过后面他们2个又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我反倒成了最多余的人。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是不是所有的感情都逃不过这个模式？穷的时候
目标一致，两个人捆在一起取暖，熬也就熬过去了。等有钱了，生活松快了，目标也就没了。或者说，目标变成了更多的东西，人心就散了。人啊，都能共苦，但为什么就不能同甘呢？裴华，你这小脑瓜是不是被那混蛋给打傻了？你是律师，又不是感情专家。你是看多了下水道里面的蟑螂，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垃圾堆。那是你父母的感情，是他们没有经营好，是他们的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全天下想好好过日子的人有什么关系啊？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烂人，有很多糟心的事情。但你们律师不是最讲究证据吗？你拿离婚案当做全部证据，那跟管中窥豹有什么区别？你才见过几对夫妻啊，你就敢把感情这回事判为死刑？别因为那些肮脏的事情脏了自己的心。裴华，你知道好的，你配得上好的。抱一下，抱抱。小万，新年快乐！阿姨，新年快乐！今天怎么想到有空来店里？我听阿紫说跟你过了除夕，知道你今天开工，我出来逛逛，顺便看看你。拿着，你压岁钱。不行，阿姨，我这多大了，不能收，你拿回去。哎呀，你没结婚，在阿姨这里呀就是孩子。再说过年图个吉利，不许退。那谢谢阿姨了。哎，小万，那个粉色的包包拿过来，阿姨看一下。好嘞，来，你先这边坐。阿姨，你看，特别漂亮，是不是？那个小万啊，阿姨多嘴问一句啊，你和阿泽现在算是正式在交往吗？哦，还没有。陈泽人很好，对我也很好，但我觉得感情的事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阿姨明白的，谨慎一点是应该的。那个，这个包包我要了。行。刷卡。好嘞。阿姨，请坐。来，来，您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把包给您包起来。儿子啊，妈妈正在下店里，红包给了，包也买了。我问了，人家说你们还在接触，要时间呢。你呀，就是太稳了。这么好的姑娘，你该抓紧得抓紧啊！到时候错过了，上哪找去啊？
妈跟你说啊，我可认准了这个儿媳妇，你赶紧的好好安排，你知道吧？来，你检查一下。麻烦帮我挑一套适合稍微晚一点的西装，要快。好的，先生，你对颜色和版型有什么要求吗？问一下，真巧，你在这儿上班？周先生，好久不见，新款西装在这边陈列，请。没想到你真的在杭州留下来。还记得当年你跟我说，要么在这座城市混出个人样，要么就卷铺盖回老家，在这当个柜姐，就算是混出来了。这套深灰色的威尔士格纹西装更显你成熟稳重，有配套的领带需要尝试一下，还有领口的尺寸和袖长有需要调整吗？问下，没必要这样的，好歹也在一起过1年多，分手后倒也没见过，你就不好奇我的近况？周先生，我在工作，没时间叙旧。行，就这套，付款。好，刷卡还是现金？一套将近10万的西装，我说付款就付款。问下，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周先生真是年轻有为，结账这边请。你。问下，一起吃个饭吧，也算老熟人了。叙叙旧，我知道附近有家还不错的意大利餐厅，刚评上米其林。周明，我跟你这种人没有什么旧可惜。还在因为以前的事生气？是我那个时候是没什么钱，给不了你想要的，但现在不一样了。问夏，以我们的关系，我可以完全帮你换一份更体面点的工作，没必要在这。你觉得我当年跟你分手了，是因为你没钱吗？难道不是？记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半夜急性肠胃炎犯了，想让你送我去医院，你说太麻烦了，让我自己打车去。熬夜加班太晚了，回去想喝点热粥，你说外面不干净，不干净也没见得你多煮啊，周明。后来我生日，你给我送了一只包，我一眼就看出来那包是假的。可那个时候你1个月的工资已经足以买10只那样的包了，所以说周明，你不是穷，是太自私。所以说你现在有钱了又如何呢？对你而言，有钱没钱，骨子里都一个样。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年薪多少？你不就一个柜姐，一个月能赚2万块吗？不是啊。这位是？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你怎么来了？哦，我在附近办事儿，接你下班，顺便一起吃饭。原来是换口味了，以前喜欢有钱人，现在喜欢小白脸。就你那点工资，家里要拿，自己要用，还有钱给小白脸？养小白脸怎么了？你要是长成他这个样子，老娘也包你。红走。不是，你有病吧？怎么有鸡呀？哎，路人是鸡！哎，路人是鸡！哎，叶和，你回来了。哎呀，叶和呀，你怎么才回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还带了鸡呀？哎，我下午到的。你爸让我带2只自己养的土鸡来，给吃吃，好好补补身体。哎呀，要我说呀，最要补身体的人是你。这都正月了，这肚子咋还没动静呢？叶和妈跟你说，这生2胎呀要趁早。你看迟迟今年都5岁了，你们现在再生一个刚刚好。哎，妈，我们现在挺忙的，2胎的事儿不急。哎，不急，这怎么能不急呢？
你看荆州现在公司搞得这么大，哎呦，家里就这一个男娃，那哪够啊？得开枝散叶呀！哦，我听说你又回公司上班了。那不成，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不在家里相夫教子，你跑公司去跟男人一起打天下，像什么话嘛？妈，这公司是我和荆州一手创办的，我回去是应该的呀。那是以前，咱现在家里也不缺这点钱，不是吗？你呀，在家里把孩子带好，把老公伺候好，那才是本分，那才是正经啊！哎，念和，妈这次来呀，打算多住些日子，就住到这肚子有动静为止啊！你放心，妈是过来人，妈可有经验了。这次啊，保证把你伺候的白白胖胖的，给锦州再生个大胖小子啊！老公，奶奶，哎呦，奶奶的大乖孙，哎呀，可想死奶奶了！哎呀，迟迟啊，咋这么瘦啊，这孩子啊？迟迟啊，是不是妈妈没给你做好吃的呀？没有，妈妈做的饭可好吃了。锦州啊，怎么是你去接孩子？这当妈的怎么不管孩子，让一个大男人去接？这怎么了？念和在公司里忙，我顺路就接了。忙，加班，这一个女人天天忙像什么样子？哎，念和，不是妈说你，这都多少年过去了，这二胎还没动静。要我说呀，就是你这天天忙，天天往外跑，把身子骨都折腾坏了，才怀不上孩子。给自己放假，才知道我们村头老李家那个媳妇，天天上班也怀不上孩子，后来把工作辞了，在家休养了半年，可不就怀上了？哎呀，妈，这生不生孩子跟上不上班没什么关系，而且现在时代不同了，女人有事业很正常。确实。什么时代不时代？要我说呀，这时代不管怎么变，这老祖宗的话没有错，这女人啊就应该主内，就应该相夫教子。哎，对了，你等着。叫人拿药去了。什么药？来，那这个呀，是我特意到我们县里的老中医那里请的方子，哎，可灵验了，哎，调理身子助孕的呀，快趁热喝了呀！我趁热喝了吧，妈，我不喝。哎，你这孩子咋不听劝呢？你赶紧喝了，给迟迟好添个弟弟妹妹呀！哎呀妈，念和不需要喝这些东西。我们俩生孩子有自己的计划，您就别操心了，难闻的要死。你干嘛？哎，你别给我倒了呀！我说这个很贵的。好你个忤逆子啊！我知道你娶了媳妇忘了娘啊！你现在跟你媳妇是一条心是吧？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这个老太婆是不是？啊，我大老远从乡下来，我又是拎着鸡，又是背着药，我图什么呀？啊，我容易吗？我不都是为你们好，为了这个家好啊！行，哎，我热脸贴冷屁股是吧？你们城里人金贵，看不上我们乡下土方子。行，我走，我不在这住，我不碍你们的眼，我现在就走。妈，您就别闹了。我闹什么了我一片好心都给你们当成驴肝肺了。我不在这跟你们废话啊，我找地儿说理去。哎，你们这有居委会吧？啊，这居委会有领导吧？我找领导给评评理。哪有这样当儿子的？哪有这样当儿媳妇的啊？你们联合起来对付我这个老婆婆，我现在就走。奶奶，还是我的大乖孙子好。哎呀，行了妈，妈，这药我是不会喝的，但这班我也不会辞。您是迟迟的奶奶，荆州的母亲，这家你想住就住，住多久都可以。至于其他的，荆州，你陪妈好好聊聊。是啊，我们洗手去，准备吃饭。妈，别叫我妈，都是你这个忤逆子给惯的，你老婆才这样对付我。找到你这么忤逆，生下来就把你给掐死。还骂？别骂了妈，赶紧去洗手吃饭了。所以，你那带着母鸡和祖传秘方的婆婆还没放弃催生大业啊？暂时休战了，鸡断了，药也被傅荆州给处理了，但人还在，时不时就要念叨几句，开枝散叶。我现在下班回家都有阴影，我生怕我一打开门就看到什么鸡呀鸭的。
哎呀，真人家有本难念经。你呢，星辰？我最近工作倒是挺顺利的，新签的那2个主播数据都还不错。就是裴怀，我没想到他居然还有另一面。哪一面？就是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职业和他原生家庭的原因吧，就是遇到了一堆破事，所以他对感情上好像有一些悲观，甚至有点脆弱。可能他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他内心里面偶尔也会露出一点点脆弱的小男孩。小男孩，哎呀，好肉麻呀！哦呦，哎，那他表现出他这一面的时候，你一般是怎么回应？能怎么回应啊？本小姐当然是给他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拥抱啦，并且用我璀璨的人生观对他进行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确引导。少来，不是心疼了呗？看你这也挺开心的嘛，一天天。什么进展啦？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他了。他好像比我想象中的更加靠谱，更细心。不过，其实我跟他也差不多。那天安慰是一方面，但是我一提起婚姻啊、未来啊，其实我心里也挺没底儿的。所以我们俩算是2个悲观者，互相取暖。好啦，现在能互相理解、彼此取暖，就已经很难得了。感情的事儿急不来的。那你呢？别光说我们呢。你是什么情况呀？跟陈泽弟弟？我遇到周明了。啊？周明？周明谁呀？我一前男友，当时刚来杭城的时候认识的，早就分了。这个人啊，我跟你说啊，穷的时候就金鱼算计，现在有钱了就跑过来我面前，装的这么的心思。哎呀，这都什么垃圾啊！不过，你跟陈泽还没在一起啊？他不都去你老家了吗？哎呦，恋人未满，这还在打算。你要顾虑什么？他不真心。一方面吧，毕竟真心难凑；另一方面，哎，你说我都30了，哎，我现在谈恋爱肯定抱着以结婚的目的去的呀，是吧？陈泽他才26，他的条件又好，长得又不错，大把女生追他。如果我现在跟他说我跟你谈恋爱，我就要结婚，他吓跑。而且，万一他就觉得玩玩而已呢？到时候我再付出我的真心，岂不就是一个笑话？唉，30岁了，真的赌不起这么多。哎，想那么多干嘛呀？活在当下嘛。而且，如果他是真心的话，那其实这些对他来说那都不是问题。说的有道理。来，喝酒吧，干杯！干杯！我去个洗手间。慢点。好巧。能加个微信吗？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跟你，就想认识你。不好意思啊，我结婚了。我知道，我那天看见了，我只想跟你交个朋友，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不用。哎，结婚了，又不是不能的。怎么去了这么
喂，遇到个人说2句话。哎呦，有时候还挺羡慕你们。像念和，虽然说婆婆有点难搞，但是你们家副总还是很体贴的吧？是吧？金晨呢，一天到晚大大咧咧的，提到我们赔礼的时候啊，笑得比谁都开心。哎，我好像总在纠结，纠结着纠结着，就把自己困住了。困什么困啊？你可是温夏。好了，别说这些烦心事了。我们今天姐妹聚会的目的和主题就是姐妹喝酒，快乐发疯。来，干杯！来，干杯！来吧，干杯！哎呀，这城里的衣服呀，好是好，就是也太不经穿了。哎，从家里带来这几件呀，都显旧了。哎呦，我怕穿出去啊，给儿子丢人呢。念和呀，妈在这儿是不是给你们增加负担了？哎呀，这一天天吃穿用度的，嗨，这要是在我们乡下，也没那么讲究。妈，您这是哪儿的话？今天周末，等会就带你去商场逛逛。不要！嗨，我就随口一说，别花那冤枉钱。嗨，我老婆子穿啥不是穿？念和姐，宗金扣的 Birkin 到点了，就一只，速来！妈，就这么说定了。我朋友的店里来了新款，咱们现在就去换衣服。啊，行，那听你的，去看看。好，哎，念和姐，谢谢。快走，其他人带顾客过来了，走，这里。沈宁和，真巧啊！林微微，好久不见。哎，微微吧，那个是我们锦州大学的同学，老家也是我们那儿的，叫林微微，是不是？阿姨，你还记得我呀？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精神。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和沈宁和，真是太巧了。记得，怎么不记得？哎呀，你这姑娘嘴还是这么甜。哎呀，这一晃好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一个人呐，还没成家呢？阿姨，我还没呢，在国外待了几年，刚回来，在忙事业。眼光别太高，别太挑了。哎呀，不过你这条件确实好，不像有的人心思都不在正道上。什么情况啊？是你的谁啊？跟妈这么熟？我荆州的大学同学，就没关系。大学同学。我看啊，你婆婆是让你附近中大气。啊，那个林小姐，真是抱歉啊，这只包呢是沈小姐在半年前就已经预定的了，在我们的系统上有明确的等待时间。真是不好意思，按照我们的规定，这只包应该是属于沈小姐的。温夏，林小姐也很早就预定了。是吗？念和，我们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相似呢。既然是你的，那我就不夺而所爱了。啊，微微啊，真是不好意思，你别介意啊。念和她就是喜欢这些玩意儿啊。不过没关系，那个下回我让她帮你早点留意啊。阿姨，没事的。我和念和啊是老同学，不会计较这个。阿姨，我们加个微信吧，以后常联系。哎，加可不得加上。来，念和，我们先走了。阿姨，改天我去看您。哎，一定要来啊！以后常来啊！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他暗恋傅荆州，明恋暗里，这是负责。
怪不得，哎，连他妈都认识。叶和啊，你要去公司你就去忙吧，我自己回家就行啊，我自己回家。下蛋本心，占着窝。哼，我要不使点法子，我不是富家的香火，啥时候才能旺啊？荆州啊荆州，别怪妈，妈这可都是为你们好，为了我们富家好。评论区的品牌爸爸都已经排队来询价了。你看看，什么叫做开门红？这就叫做开门红。看到了，恭喜叶总，首战高见，庆祝一下。这必须得庆祝啊！我们看看，是，哎，这个私房菜看起来不错啊，但是得排队。哎，这个呢？这个日料店，位置太远了。哎，这个本帮菜呢？可以啊，包厢也大，正好可以叫上温夏和念和一起。走，出发。走，走。怎么了？不舒服？没事，应该是中午的外卖吃的不干净吧，有点反胃。没事。没事哈。先生。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儿，可能就是肠胃炎，没事儿。去医院，那肠胃炎也不能逞强啊。咱们去医院看看吧。走。听着不是很像肠胃炎。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得有40多天没来了吧？我也记不清楚了，我经期一直都不太准。先去查个血，再做个腹部 B 超，排除一下其他可能。谢谢医生。谢谢啊。小詹，那个。我中奖了，头彩。怀孕了！我靠，叶星辰，你还真的？这干嘛知道呢？他跟我一起去医院做的检查，倒是他挺开心的。但是我其实近5年内我都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我才25岁，我公司才刚起步，我的人生才刚开始有意思。好啦，你先别慌，这不是什么小事，你得先冷静下来，好好想清楚。对，念和说的对，这是你的人生大事，任何人都不能影响你的决定，只有你自己想清楚。你要想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而且能承担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好突然啊！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一个母亲，而且我也不知道裴怀是不是能跟我一起做好父母的人。
人都是需要观察的。我和傅荆州在一起了这么多年，才决定结婚生子。你和裴怀的相处时间太短了，而且你现在的年纪也不是结婚生子的阶段。你要是实在做不了决定，要不你去问问你妈。毕竟真的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是有关乎两个家庭的。我妈呀，我想想吧。好啦，别怕啊。唉，陈泽，你有没有想过结婚生孩子？什么意思啊？考验提前进入终极环节了？哎，没有，我就看到星辰今天这个样子，就感觉有些感慨。你说是不是有些事儿，到了一定年龄，就真的避免不了了？那你的观察期能不能缩短一点？或者，我们边恋爱边观察，实践出真知嘛？不行，现在还没谈上呢，我得保持理性。那万一真谈上，我恋爱脑怎么办？那不被你耍团团转？恋爱脑，我还真挺想看看你温下恋爱脑起来是什么样的。宝宝睡了，想你的夜。你神经病啊！恶心死了！你看，笑了吧？别老是绷着，该理智的时候理智，该糊涂的时候偶尔糊涂一下也没事儿。天塌下来，我顶着呢。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望，砸死你！飞正飞过身旁，这座城市街灯亮起，何处坚持没有不一样。剧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男女主一般都要接吻了。挥动时间，勇敢去往金色的远方。就算我曾折断了翅膀，也要穿过1万次夕阳。暮色尽头奔跑的人，故事还很长。干嘛穿成这样？等你啊，老婆。今天妈说她要陪吃讲故事，她今天带孙子睡觉。那我们也睡觉吧。把衣服穿上。老婆，今天迟迟难得不跟我们一起，咱家隔音也好，看就是该交朋友。你就是叶星辰？我是。您是？我是裴怀的母亲。阿姨好。裴怀他不用找他，有些话我想单独找你聊。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年纪轻轻，想法倒是挺多的。不过，你开了这么一家小工作室，
能有什么前途？我查过了，员工没几个，业务也只有网红和直播之类的，上不了台面。裴怀是盛世的合伙人，前途无量，名下还有其他的产业。我听说了，他不仅帮你打理家事公事，还为了你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受伤进了医院。那件事，还有现在，怀孕是大事，我作为裴怀的母亲，未来孩子的奶奶，我有权知道，我也该来见见你。我和你母亲算是朋友，不过最近你们叶家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哥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的。所以您今天来找我，是想说什么？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如果你和裴怀是真心的，你就应该想清楚你自己到底该做什么。裴家的儿媳妇不该只是一个玩票的富二代。规划，我没有什么宏伟规划，我现在的生活重心一直都是工作。至于你们裴家有没有什么皇位要继承，我不在乎。至于孩子，我要不要还不一定呢，那就只是一个意外，说不定我明天就去医院给处理掉了，省得您操心。没想到你是个妈宝男，前脚刚知道我怀孕了，后脚就告诉妈妈。不是，你这又是干什么？这是星辰自己热爱的事业，而且他一直都很努力，公司现在发展的也不错。他现在怀着，你儿子怎么知道她怀孕的？司机都听到你们说话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敢瞒着？哎！星辰，我们谈谈。谈什么？谈你母亲是如何精准的评价我，不学无术的富二代，混吃等死的软柿精，还是谈要怎么处理我这个意外才符合你们裴家的体面？我妈这个人思想比较传统，但她只能代表她自己，而且怀孕这个事儿是司机透露的。不重要，裴怀。你知道你们最恶心的是什么？是你们用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审视我。我的人生，我的子宫，都需要经过你们的审查，盖上合格的章，才有存在的价值。放手！我不，我现在就去医院。从此以后，我叶星辰是死是活，是混吃等死还是飞黄腾达，都跟你们没有关系。我高攀不起，也惹不起。星辰，先别说气话，咱们有什么话好好沟通。毕竟这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气话。裴怀，你爱我？我当然，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没错，但是我们这种喜欢只适合恋爱，还到不了结婚生子的地步。我叶星辰的人生信条是我乐意跟你恋爱，我乐意睡你，乐意暂时留下这个孩子，只是因为我乐意。但是如果这一切是一场被评估、被批判的一场试卷，那我就不乐意了。你妈给我的这场试卷，这场考试，老娘不做了。星辰，你先别激动，你还怀着孕呢，我不想你伤了胎气。今天我妈说的这些话，确实有点过分，但她是我妈，我跟你保证，我后面跟她好好沟通，让她以后不再插手我们的事儿，好吗？跟你妈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我，你真的想要这个孩子吗？你真的想要当这个父亲吗？你能想象到半夜3点你被这个孩子吵醒，然后第二天你还要精神抖擞上班的样子吗？你能接受你的人生重心要从裴律师变成孩子父亲吗？你能保证每次在我和你妈之间，你能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边，而不是一句她是你妈要和稀泥吗？我们还是好好冷静一下吧。你也好好想想你到底要什么，我也好好想想自己在怕什么。星辰，裴怀，喜欢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
有时候，喜欢也有可能是问题的开始。欣然，姐，丁东云，姐，生日快乐！你怎么跑来杭城了？今天是你农历生日，对吧？我记得，这是我用攒的压岁钱买的蛋糕，不大。姐，快吹个蜡烛许个愿吧。姐，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觉得你搬家里是应该的。其实我就是个既得利益者，吸着你的血长大，还觉得理所当然。妈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没想过你难不难。但这次回去，我想了很多，我不想这样了，我想自己做回主。我会好好高考，我想考到韩城来。来了之后，我会努力兼职，自己赚生活费。我只希望，姐，你别不认我这个弟弟。我知道我以前挺混蛋的。你跟我说这些话，是你自己想说的，还是妈让你说来打亲戚？是我自己想来，妈以为我这周住校，我是偷偷过来的。干嘛呢？没事儿。他是我弟弟，我今天农历生日，专门从老家来过生日的。你农历生日啊？我都不知道。没事，正好，带你们俩去吃顿好的。行啊，本来早点也想介绍你们认识认识。陈总，姐夫好。小嘴儿挺甜的，走，姐夫带你偷顿好的。怎么就叫姐夫了？姐，这里会不会很贵啊？放心点啊，姐夫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我去下洗手间。姐，陈哲哥肯定是你男朋友，他都来咱家了，这还不算？少管闲事。我这怎么叫管闲事？我是关心你。你和陈哲哥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人的氛围都是不一样的。哎，还没在一起呢。你们俩互相喜欢，为什么要那么别扭啊？哎呀，跟你这种小孩说不明白，喜欢有什么用啊？天塌下当被子盖。你姐我呀，都30。哎，30怎么了？30岁就不会拥有纯粹的爱情了吗？我们历史老师50多了，去年再婚，还跟师母一起去跳伞呢。他说，人生在任何时候都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哎，弟弟说的对呀。等下，我喜欢你呢，其实就是简单的想靠近你。看见你笑，我就觉得今天真好。这种心情26岁都会有，36岁、46岁、56岁，我觉得只要是你，我都会有。你总怕没有好结局，可什么是好结局啊？是结婚生子，白头偕老。是，这当然是好结局了。可哪怕我们最后走散了，难道我们在一起经历过的真实的快乐，一起并肩看过的风景，就都不存在了？是这样的，他们都会在未来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好的、坏的，都是经历。你总说要观察，要考验，可人心是考卷，答案不在第一页，在你翻开的每一页。你翻都不敢翻，你哪知道后面写的是悲剧还是喜剧啊？更何况写故事的就是我们俩。陈哲哥说的对，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你看陈哲哥多认真，
错过他，你上哪再找一个长得帅、有钱，又那么对你死心塌地的人去啊？你懂完了，少说点吧。春泽，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有很多现实的计算，也有很多顾虑。这么巧了吗？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喜欢解决顾虑。给个机会，是给我，也是给你自己，给那个22岁敢独自来杭城的温夏一个再相信一次29岁的机会。呼！念和呀，你要多吃一点，知道吧？你太瘦了，这风一吹都能倒。哎，妈跟你说呀，这女人啊不能太瘦，太瘦了不好看，太瘦了对身体也不好，哎，对怀孩子也不好，知道吧？哎呀，来，你呀要多吃肉，知不知道？哎，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呀！我跟你说，你当年就是太瘦了，这生实事的时候啊，才遭那么大的罪。哎，这次啊，咱提前补起来。把身体补得壮壮的啊！来，吃。行了，妈，念和不爱吃这么多肉。我说你们还不爱听，我这不都是为你们好吗？你们再生一个，最好呀是个女儿。哎呀，这儿女双全多好的事儿啊！念和，来，这肉你要多吃呀！啊，芝芝，肉你要多吃。芝芝，是不是不爱吃啊？不爱吃。啊，妈带你出去吃。妈，她不爱吃这些。吃，妈带你买东西吃去。行，在外面。好了，好了，妈，她不爱吃这些。慢点啊。啊，你听清楚了，以后在这个家，不许再提二胎，一个字都别提。不是，我提一下怎么了？我就想要个孙女，还犯法了？啊？至于吗？你们一个两个甩脸子给我看。妈，你要是做不到的话，您就回老家吧。什么？你要赶我走？哎呀，老天爷呀，还有没有天理了啊？这倒反天罡啊！亲儿子要赶亲娘走啊！哎，你们都来评评理呀！你们都来评评理呀！我还生了个白眼狼儿子呀，他要赶亲娘走啊！他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啊！胡金斗，你倒反天罡呀！你就不怕遭天谴呐，胡金斗！妈，这一层就咱们这一户，您别喊了，连给谁看呢？我就想要个孙女啊！犯多大法呀？你就要逼死你亲娘！啊，你听清楚了，念和生迟迟的时候，在手术室里九死一生，病危通知书是我签的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当时的心情，所以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他冒一次的生命危险。您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就是个忤逆子！哼！好吃。离家出走了，带儿子放风筝。地址发我，我也需要放风，急需。气死我了！怎么了？今天裴伟他妈见我，说我不务正业，配不上他儿子，
话里话外都说我耽误裴怀的前程。傅荆州他妈拼命想往我肚子里塞个孩子，裴怀他妈却不想你生下来，真是够了。姐，说真的，生孩子当妈妈到底是什么感觉？害怕吗？害怕，当然害怕。身体的变化，身份的转变，但是在看到他的那一刻，一切就都值了。不过，这是在我和傅荆州感情稳定，我也做好准备的前提下。以你现在的情况，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才好。好啦，别急，就像你和裴怀说的，好好冷静几天，好好想一想，这是你的人生，你的选择，你的身体，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我也支持小姨。你真棒，我们小池最乖了。哎，温夏一直都没回消息，不知道他在干嘛。快给小姨吃一口。我才刚答应和你在一起喝了茶。回家咱们也不说一声啊。吃饭了没？哎，我怀孕了。啊，裴怀的。嗯。你怎么想的？不知道。唉，烦得很。他妈妈来找我，话里话外都看不上我，说别让我耽误他儿子。你要问问你自己。妈跟你讲个故事吧。我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差的，上门来提亲的人呢，有做机关的，有做生意的，但是我都看不上，就看上你爸爸了。那个时候他呢，离了婚，带个儿子，还比我大10岁。你外婆知道了，差点没把我腿打断。她说我鬼迷心窍了，这个世界上男人都死光了，就要去找那么一个离了婚还带个拖油瓶的，你就喜欢给人家当后妈呀？那你怎么？我跟他说，我是认真的，我喜欢他，我想跟他过，以后是好是坏我都认，那个后果我承担得起。然后呢？然后我就嫁给他了。
这些年，我们是吵过、闹过，我伤心过，但是我没后悔过。爱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没道理可讲的。他来了，你想躲也躲不过。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学我，是要让你知道，遇事不决，问问自己的心。这个孩子，如果你想要，咱们就生下来；如果你不想要，妈妈陪你去医院。当然了，一个孩子，咱们叶家养得起。就算你不想结这个婚了，要做个单亲妈妈，我、你爸爸，还有这个家，都是你的后盾。而且呢，妈其实有一笔私房钱，金额不少的，你爸都不知道，以后都是你的。所以呢，别怕，天塌不下来。妈，其实我都快慌死了。慌什么呀？妈一直在吗？我只想永远做一个妈宝女。做呗，你本来就是妈妈的宝宝，我一直养着你，我养你一辈子我都高兴。苏婉，真是个虎蛋蛋。跟你们说件事儿。什么事儿？我跟陈泽算是正式在一起了。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必须得庆祝啊！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这什么表情啊？怎么了？哎，就是觉得进展有点太快了。快？这么快？他该不会是向你求婚了吧？那这进展是有点快了。哎，你打住，你打住。没有，就是他觉得我现在住的地方太小了，而且不安全，他想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同居啊？那这确实是有点快了。不过你们也不是20岁出头的小年轻了，那谈恋爱肯定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算是婚前示爱，那也挺合理的。星辰说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夏夏，陈泽的条件摆在那儿，年轻、优秀、家境优越，这样的男人身边一定不会缺少主动示好的异性。哦，我的意思不是说陈泽会乱来啊，我是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真正的好男人，我觉得太容易得到或者太没有约束，未必会懂得珍惜。我之前也是你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他的眼睛，我就说不出拒绝的话。不行，这样，你结婚这么多年，经验丰富，你告诉我现在做什么最好？我觉得你们可以先住在一起试试，提前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卫生标准，甚至毛巾怎么挂、牙膏该挤哪一头。这些看起来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却是婚姻关系里面最消磨人
也是最真实的部分。你恋爱的时候可以隐藏，这同居了就无处遁形。提前了解一下，提前看清，合则两利，不合那就及时止损，避免投入更多的沉没成本。有道理，太有道理，太学到了。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还不会点啥？哎，那什么时候等你们搬新家了，我们去给你们暖房啊？行啊，到时候我们6个又可以聚一聚了。太好了，祝贺你。啊，票我已经买好了，后天到时候我送您去车站啊。你这就是赶我走。我白养你这么大个儿子，我就是想多住几天，多陪陪我的大孙子，不行啊？啊，到时候我让迟迟回家陪您玩，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你这么说的好听，你就是嫌我在这碍你的眼，你就是指着希望忘了娘。妈，荆州这不是赶您走？你说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应，我们得多惦记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回去把家该修的修，该买的买。等天气暖和，迟迟放假了，我们就一起回去陪您过一段时间，好吗？那可说好了，一放假就回去。一定回去，放心吧，妈。还哭？不想要了？唉，终于清静了。老婆，这几天委屈你了。你也知道啊，下次让你妈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会的。我们就选那种就是比较优秀，然后这个星辰，你们先等我一下。叶小姐，上次的事是我冒昧了，我给你道歉。我不该不经过同意就过来找你，更不该对你的生活和事业妄加评判。孩子的事儿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去或留，你们自己商量决定。我尊重你们的选择。阿姨，您的歉意我收到了，之前的事情就算了。阿姨今天过来就是好好跟你道个歉，我不过多打扰了，我就先回去了。谢谢妈。星辰，我还是要正式的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应该多多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关于孩子的事儿，你想怎么决定，我都无条件的尊重你的选择。但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也不会让你自己去承担这一切。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我妈妈也跟我说了很多。这个孩子既然来了，那他就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我有爱我的妈妈，有不错的经济条件，就算是多一个孩子，找一个人帮忙，也未必就能困住我。说不定我还能有更大的动力去把公司做得更好。但是裴怀，我留下这个孩子并不能代表我就会马上跟你结婚。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适合结婚，
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先学习一下如何做一个合格、共同负责的父母。孩子是我们2个人的责任，这一点不变。我明白，星辰，谢谢你愿意留下这个孩子。我向你承诺，今后我会用行动证明，我会是一个合格的好丈夫，负责任的好父亲。经济、陪伴、支持，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绝对不会退现。也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共同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好吗？看你表现吧。问一下，我有点急事，这个是一个 VIP 客人需要送的东西，你帮我送一下呗，地址在里面。行，放心吧。谢谢啊，我走了，拜拜。这什么鬼地方？耶！你们怎么都在这儿？生日快乐，寿星！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小寿星，你可千万别哭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夏夏，生日快乐！欢迎来到3字头，你会发现这里很美好。许个愿吧。29岁的最后一天，我站在这里，曾经以为30岁是通往既定轨道的闸口，是梦想收尾、现实登台的界碑。我害怕被落下，害怕被选错，害怕配不上更好，更害怕所谓的更好不过是镜花水月。我现在才明白，30岁不是终点，甚至不是起点，它是我们披荆斩棘为自己挣来的一块高地。站在这里，终于能够看清哪些是别人的期待，哪些是自己真正想要守护的灯火。我许愿，愿我们都有软肋，也有盔甲，愿我们在生活的泥泞里打滚后，还能为彼此擦掉脸上的污渍。愿我们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笃定。愿我们爱得起，也输得起，敢像星辰一样直面意外的溃走，敢像念河一样在废墟上重建城池，也敢像我一样终于学着卸下心防，去接住一份赤诚的真心。昼以继夜，生活有时是战场，但幸好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好了，谢谢你们。还有呢。金色的远方，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望，落日余晖正飞过身旁，这座城市街道亮起，何处坚持没有不一样。就算我曾折断了翅膀，也要穿过1万次夕阳。暮色尽头奔跑的人，故事还很长。